哎呀，这是大伙儿学的各种的叫卖。吆喝。过去说这叫和声儿对呀，啊，大小的商贩走街串巷一吆喝这个，大伙儿就知道卖什么的来了。报君知嘛。要真说起来，所有的吆喝里边，最好听的什么呀？卖布头的。哦，布头。呵，卖布头的热闹，那您可以学一学。咱们这就开始了啊！可以。哎，来，打开就是布头啊！是啊。嗨，吆喝着卖挨了吧？吆喝着卖了我的布大件儿了吧？哦，敬起诸君，劳您大驾。我不敢胡言，也不说瞎话，咱们都是老街坊。哎，我要是蒙了您，对不起我三爷六舅们，还有我的妈。呵。包袱系好了啊，韩信就驾。哦，包袱皮儿打开，天女散了花。花儿好，花儿红，漫天大火起在了空。红过梁山大刀关胜，红过了赵匡胤那9岁桃花宫。康茂才大出血都没有他来红啊。关老爷吃酱豆腐也没有他来红啊。红铜县里边红铜马，红美人儿穿红戴红，口点胭脂一点红也没有他来红。是啊，不要红，来块花。哦，花花世界你来看看吧。沧州狮子锦州塔，卢沟桥下边水哗哗啊。孙悟空大闹了蟠桃园。珍馐美味就撒下来了吧，东西南北全撒遍，12色的布头啊，你来看看它啊，这是什么色儿？这是本色白。哦，白。怎么这么白？是，怎么这么白？您说怎么这么白？哎，哦，怎么这么白？我哪知道啊？白，嗨，不说了，合着。因为它是白的。哦，这所以白。怎么这么白？是，气死头场血。不让二路双，气死了头号的杨白面了吧？气死赵子龙。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啊？压死这个小马超。不提这种白，咱们单提这种布。买到家里去。封被单那左背里的彩门帘，你砸裤管了吧？金铺有金盖，好；金喜有金晒，金拉有金拽，是；金灯有金踹。怎么那么闹得慌？这人被窝有鸡了狗子。刚才是块白，对，这块是块黑。哦，黑的。怎么这么黑？哦，怎么这么黑呢？您说，因为它是黑的，这不是废话吗？这真正烟熏灶，烟没掺没灰，屎壳郎那钻炕都没有它来黑啊。包公扎麻花黑了个腿儿大，怎么这么黑？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是唐朝有一位黑警逮了吧？东山送过炭啊，这西山挖过煤，开过2天没了厂子，埋过2天没了，这不背过2天没了，这不送过2天没了，这不当过2天没铺子二掌柜的吧？半夜12点啊，掌柜的没有事儿，抄起个锤子儿，兵儿棒儿他来撒硬没。说您要不知道啊，您遇上一个窍，您够奔电车道，您上来摩电车，买张电车票，电车这么一绕，叮叮当当就要到了吧？到哪儿了？到了前门外。您找着大12，是你够奔8大响，什么瑞林乡那瑞增乡那广城乡那颐和乡那个乡1号这个廊坊头条所别朝南环那有个千乡一人的8大响，站在柜台那儿。点着名儿的要，点着样的挑，顶少的价码得4毛8。4毛8，没有4毛8你也买不着。这么宽呢，这么厚呢，这么紫米，这么米，这么加米，这么西服的。好，为什么卖这么贵？小费是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工吃食就找他要了吧？是，常言道得好，面在箩里转，羊毛我出只在这羊身上了吧？您就别忘了这店大，欺客这客，大了欺着店了吧？没错，倒在我这个摊儿，民工您要想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价儿，一个样的行市呢，谁还买？大道边呢，小道沿的马路牙子摆小摊儿，小门脸的小铺院，小字号，小铺点，小四合院的这个对把头味儿的领不块了吧？对，这块布头拿到家里去，裤挂做一身。
哦大褂做一件儿，嘿穿在身上，走在街上，大伙儿这么一瞧，嘿，真不知是你们哪一位的大掌柜的吧？是啊什么同仁堂啊、东来顺的刘必居，那买卖都不如您呐。我什么买卖你呀？抽烟喝酒烫头去吧。没听说。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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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太开心了，高兴啊干别的也不是材料，啊！一沾说相声发自肺腑的痛快。就会这个，尤其跟谦儿哥在一块儿合作这么些年了，那倒是，我们老哥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哎，关系好这一晃好几十年说下来的，啊好多人还问我了，啊！说你们这说相声难不难啊？是，各位，嗯，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都不易呀。难不要紧的，想办法攻克。那倒是。老话说得好嘛，怎么说的呀？世上无难事，哎，只怕有难事。啊，全是难事儿啊！不是怎么说来着？只怕有心人。只怕有心人。对，你心里得有啊！啊我怎么办？哎哎呦，这事儿成不了，成不了，我不干了。永远不会成功。知难而退不行我实话实说啊，啊。我这些年来得力于谦儿哥对我的帮助。您可太捧我了。你看不敢当。相声怎么能说好？您说说。第一，继承传统；对，第二，开拓创新，这2点最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对，有人说你这从哪儿学来这2句话呀？是打于老这儿学来的。从我这儿学的。于谦老师在德云社占俩极端，怎么叫俩极端呢？第一，他最传统；我就从事的这个传统行业。第二，他最创新。哦，我还有那精神。我举一个例子啊，您说说。平时他没事的时候啊，种花儿，是，种菜，对，弄个什么地上的玩意儿，养个什么大公鸡，弄个小兔子儿，我就喜欢这个。你看这个玩意儿，别的说相声不会玩这个，他们不爱，他愿意。我喜欢，拿个铁锹啊，拿个锄头滂个地，是最爱这个，这生活好，很传统。但是，你说哪儿出了什么高科技的什么电子产品了啊？手机出新的了啊？他准是我们那儿第一个玩的。这我都能接受。正在地里边正忙活着呢，我喜欢吗？正忙活呢。他儿子打那边跑过来了。哦，孩子跑过来喊他，他儿子喊他干爹啊！现在呀，你先等，又出新手机了。你先别说事儿了。我儿子管我叫干爹呀，不重要，不重要啊，重要，特别重要。他可能这孩子说话有点大喘气，你知道吗？我说大喘气也不能说这么清楚了，您这。我给你出一主意你儿子得喝点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抗病毒、防流感，病毒退。我发现这句话说完之后这帮鼓掌的多说明他们就是那个厂子的人反正他儿子跑过来了一看他爸爸正种地呢，是拿着手机，又出了新手机了有个新款，就这一句话，于老师能美的不行的我就爱这个，就爱这个，是，太兴奋了把牛推开，自个儿耕了2亩地，这个跟那手机没关系，那个回来玩这手机你要问我，我就是个废物您不行，我怎么叨腾我也弄不明白。人家于老师，哎呀呵，我这行，怎么来怎么去，是我不佩服都不行您也佩服我，就整个我们后台这些说相声，心服口服都佩服我，那是还给您起外号了。我叫什么？说于老师，我想那叫怎么说在智能产品使用里边，它算一个创新之窗。哎呦，这评价够高的呀，这个。智能产品创新之窗，不，这个名字太长了，您就叫于智创，于智创，对，这是个赞美，这是个赞美，这不是赞美，这不是赞美，这得上医院，这个不是那词儿太多了于能创，于能创。我不能创，我一创就死了。创新使用者于能者，好吧？我能者能者哩，好吧？嗨，
这不是好词儿。反正就这意思吧，是吧？啊，大伙儿能明白啊？就这类好东西是给我就算浪费，您不懂，非得给谦儿哥呀。我能摆弄这个呀？所有智能时代的产品到您手里边，物尽其用，我都能玩转了。他们于老师一回家是首先面对的智能窗帘，我们家窗帘都是智能的呀，高科技的窗帘。哎，它进入家庭了。于老师往屋里一坐，皮鞋脱到门口，进来往这儿一脱袜子，是头一只袜子咵脱下来，是，你看这窗帘，脱一袜子窗帘就关上了。您的隐私，我不让人看脚。嘿，你这玩意儿多智能哦！脱一只袜子店门在这儿呢。帘儿就关上了就不让看。于老师，脱袜子、脱裤子、脱衣服，得洗个澡啊，那是热呀。把衣服都脱了。是，你看这帘儿，开开了。哎，好，我就不让看脚，别的都可以是吗？不是，这就是智能啊，智能啊，这智能安的不是地方了。这帘儿一打开怎么样？灯就亮了，那不还更清楚了吗？看，你看，你面前是玻璃，可不就是玻璃才能看清楚？你这个玻璃是这一面是玻璃，一面是镜子。你这么一说，这玻璃也是高科技。一面是镜子，一面是玻璃，那就对了。于老师冲镜子挤这粉刺，是，镜子在里头啊。不是这两面外边不是还是看得清楚吗？我这闹不清楚，你这就说这个意思就说意思，智能时代嘛那得反过来。高科技，是。洗澡那就洗。洗澡，高高兴兴的躺下睡觉。他那个枕头都是智能的枕头。这枕头还怎么智能呢？枕头说：“哟，于老师来了，准备睡觉。”对，于老师躺好了。如果马上睡了，就没事。躺这儿翻过来调过去的，失眠。枕头有思维，他会。于老师没睡着，他这么想的，给他来一点点音乐催眠呢，让他踏踏实实的睡。他什么音乐呢？不盯点声音很微妙啊。好。次日清晨，辞别老高明啊！行了，好家伙，这睡着了都得吵醒了啊！这个循环了1万多遍。哎呦，甭睡了，送早点的就来了。好，想一宿。智能早点啊！这早点就别智能了，要什么都是智能的就运用这个。于老师起床，哎呀，身体不舒服，难受了，难受上医院看病去。看病，上医院看病，那个做手术都是智能机器人现在有这智能机器人。您说的那个没有这个，这全自动机器人就不用真人。第六，于老师先换衣裳换手术服那倒得换。把身上衣裳全脱了是，换衣服嘛，全脱了拿着这个手术服是换，就这么一抖楞，怎么样？这是帘儿就开了。我在家就换上手术服了，换好了好出去出去开车奔医院。躺好了，于老师躺下了。手术吗？机器人就来了机器人这机器人呢就是仿真，跟人是一样。就跟真人一样。也烫着个头就跟真我一样的，叼着个烟卷拿着瓶啤酒就进来了好，他是个干不干了？他打算让您踏踏实实，别害怕。您躺好了，机器人一伸手，咵，这就一把手术刀。做手术嘛，咵，这个2把手术刀。好家伙，全是刀。看准于老师，行了。您这拿我当馅儿了是怎么的？做馅儿呢？有手术做手术，没手术呢，在医院食堂弄馅儿。好，他还应一厨子。一会儿功夫，咵，切下来了。切什么了？给于老师那肾切下来了。单肾切下来了。拿一盘子送走。机器人回来给于老师放40万。我没病，我上医院卖肾去了，合着高兴能不痛快吗？是吧？对，这也还疼呢，那玩意儿。有钱了40万，有钱高兴。那有钱当然高兴，发自肺腑的痛快。享受享受。这还享受。家里边全换智能的。
哦，还有不是智能的？门锁换智能的。门锁怎么智能？好，他那门锁太智能了啊，差一丁点儿你也进不去。怎么叫差一丁点儿？就是防盗系统做得好啊。哦，非常严谨。哎，于老到家门口，哎，是看这锁不开。我到了怎么不开？你看，他有这电子的，整个扫射一扫射，哟坏了啊！这人短一肾不让进。哎呵，这扫描的还挺严格，这玩意儿。往前来吧，我啊，对，我大锁是我。告诉他，锁看看不对啊，怎么着？脸上有粉刺，上火了。脸上粉刺啊，眼睛贴着，眼睛贴着。哦，红眼病，不能进啊。是，哎，一张嘴牙上有韭菜，哎，拿手摁指纹，手爆皮儿进不去。我都这样，我就别出去了，我都缺一肾，这脸也长得有红眼病，我干嘛去出去？这智能家庭啊，等着吧，万一一会儿那个智能扫地的机器人出来，就能给您开门了。我指着扫地机器人，大家机器人扫地的，啊，屋里各屋扫，现在都很正常。我不光扫，扫完之后有那没用的垃圾就当时处理。他怎么处理啊？这高科技是吗？咱们扫完了还得弄一兜搁在那儿。哦，人家这没有，直接弄出来，到门口，机器人一伸手，哗，咔啦咔啦咔啦。这医院这就串我们家来了，这个都一个厂子出的。哦，也这样，全剁碎了。哎，垃圾剁碎了，剁碎了，剁碎一回头，哟嚯，门口有双大皮鞋，是我刚脱的，过去看看，于老师的。对呀，自己家主人的皮鞋，哎，不能动，他认得出来。哟嚯，这儿还一双皮鞋，不认识啊，踏，剁了，给我报仇了。你看这高科技，什么高科技呀？这哎，于老师高兴啊，一算我得出去买一个按摩椅。哦，还要享受，人家都有按摩椅，我们家没有。是，来按摩椅躺那儿，噔噔噔噔噔噔，多舒服，是不是啊？于老师拿着钱奔商店，好，要买一按摩椅，买去吧。一进商店看见我了，哟，德刚，你干嘛去？是啊，哟，谦儿哥，啊，您这是我买个按摩椅，哦，你呢？啊，我买双皮鞋，我这鞋啊，你去什么玩意儿？皮鞋坏了。别胡说，让给剁坏了。哎，哪儿啊？于老师买一按摩椅啊，哎，按摩椅回家一躺，哎，按摩按摩椅，找它各个穴位，是找护肝呐，护肾呐，护这护那个，哎，5秒钟给于老师推起来了，起来，干嘛？没法护肾，没有肾。哎嗨，对我肾都卖了吗？哎，于老师看这按摩椅，你看，这40万花的啊，我拿肾换一按摩椅。结果还按摩不了。对，你瞧这事儿闹的都不重要，这俩钱花的，重要的是高科技呀！啊，我利用这高科技，要真到那会儿，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智能的捧哏了。就我这位置捧哏也智能的了，我就可以不用你了。这怎么智能啊？你看，要到那会儿啊，咱们就照着于老师做一个机器人，跟我一样的，给我捧哏。哦，那我省心省多了，是吗？我连司机都辞了。怎么呢？你看，明天西藏有一场演出啊！嚯，于老师，咱们走。于老往地一趴，哎，我骑上去，我们俩奔西藏。您这比自个儿走去还累呢，这个高兴啊！我倒是不累，挣了钱不用俩人分，我一个人全是我的。对，我也不用这个，顶多买一回机器人。不过要到那样的话，那会儿估计观众也是智能观众了。各位都智能来了，咱俩一上场一鞠躬，观众都是智能的。哦，观众也鼓掌，是吗？哎，他们都这样全带着刀呢。他们要这样，我就不说相声，扭头就跑啊！为什么呀？把我皮鞋剁了怎么办？哎，这老有这个。再来一个吗？来一个就来一个吧啊！还挺热啊。这个跟谦儿哥在一块儿说相声，我是很开心的，都高兴。有的时候难免有些个话冒犯到他老人家。您没有，好极了。我们这行有句话，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对，为什么谦儿哥说的这么好？怎么着？师傅就好。我师傅石富宽先生，施先生啊，跟我的恩师侯耀文先生，当时人家是一对儿。是，现在我们哥俩在一块儿说相声，这多好啊！我是真的很感慨。怎么呢？要是没有谦儿哥啊，我这艺术水平
根本都提不。您是过奖，你看，您这很疼人。哦，疼人那倒应该的，特别疼人，是吧？我台上有时候想一出是一出，有的那个话也未必是台词上有的啊，没准谱。哎呦，想起来我说了啊，这句话不等掉地下啊，于老师准接上。啊，这就脑子嘛。我这么说，就这盘子无论扔哪儿，他都能给你叼回来。感慨，是感慨，我怎么变成狗了？我瞎说，我我接盘子去了。听你，真拿我当亲兄弟，关系好吗？真的。你举个小例子啊，啊，我们在后台，人家准备水果，老师们吃吧，啊，他一定站起来。德刚先吃，啊，这谦让。不，哥，你们快吃吧，回来。啊，你吃第一口，我吃第二口。哎，那是。你说，咱心里热乎乎的啊。不，哥，您先吃，您先吃。喝，你看，这都快急了。是啊，吃呗。我吃一口，他来一口。哦，我来一口，他再来一口。你看我们吃的什么水果？甘蔗。我不吃吧，我这个您都吃了。他说挺好，就是咽的时候疼。哎，这我还咽呢，我真疼我呀！啊，他疼我，我也疼他呀。啊，跟互相的吗？尤其现在就这个岁数了，我有时候特别在意他。是啊，吃的合适不合适，关心我啊，喝那水凉了热了的，别闹肚子啊。是。还有时候，我同大伙我说您别不乐意啊。啊，没事，您说。玩心太大，哎，我就好我这个。我老劝他，我这岁数差不多了。是啊，你看那些日子，我要去学游泳。是，我说你别学游泳，真的，咱这个岁数犯不上。游泳不学？哎，你看咱们这儿那个孙胖子还游泳呢。啊，他也锻炼吗？我说你能跟他比？他300来斤啊。啊，他浮力大呀，他掉里边他也沉不下去啊。他这个孙越在游泳池，大伙儿都很尊重他，是吗？孙越您各位都知道哈。啊，我们那儿说相声那胖子，孙越真300来斤，是穿小裤衩，光一膀子，在游泳池没人不看他的，那多招眼呢。那可不好，站住了，有时还给大伙儿摆个 pose，是吗？光着膀子原地咵转仨圈，嚯，就跟那土耳其烤肉似的。嗨，啊，这什么形容词啊？这找胖子去了，我要学游泳啊！我跟他学，那个也没脑子，非得教，他教我，倒是学会了，那就好嘛。孙胖子还挺高兴，送你一条游泳裤衩去吧。你瞧多好啊！他说完了，我心到嗓子眼了。您怎么着？50来岁人刚学的，万一我好点怎么办？哦，怕我淹着。我就在游泳池那边上，我看着他，盯着我。万一有个闪失，我好拉他去。谦儿哥真行。我穿孙胖子那大裤衩下水游，裤衩那玩意儿，他肥呀，那是不合适啊，那玩意儿。孙胖子那大裤衩绣上花就是捉围子。好家伙，他把他那裤衩给我了。于老师一下水，咵，这水它劲儿最大，有浮力，裤衩就没了，秃噜下来了。于老师愣了，当时就站住了啊，下去摸去，他下去摸去啊，我吓坏，您呢？坏啊，不行，是我赶紧我就下去，我就揽着于谦，你给我上来！哎，行，别拉了，他不上来啊，你不上来哪行去？我愣拽啊，就给他拽上来了。站在岸上，反正多少有点尴尬。那是，您连脸都拉上来了，就尴尬了。我说这个意思是我们哥俩这个交情啊就好，真的啊，对谁都那么好。是，演出完了，于老师，打后台一出门，后台门口过了一大个，大小伙子抡圆了，这给一嘴巴打我，又过来一个，哟，踢他，是来7、8个人把于老师摁那儿，叮咣5、4一顿打。这干什么呀？这个过程当中，于老师不骂人，就很文明，不翻脸，不急。这帮人打完了，给于老师搀起来，拿手一指，你看那儿有一摄像机，我们做节目呢。于老师也高兴，做节目呢，我就完事儿了。完了，我这也太傻了，我这个这个人善良啊，就这么善良啊？善良啊，这叫傻，这个跟外人如此，跟我们更是如此。那跟自己人更不翻脸。我们哥俩这些年来就有1回不愉快，也闹过别扭。看足球啊，世界杯，我们哥俩
前买的各种小吃啊，连饮料带啤酒，我们俩跟真事儿似的看。得喝着看。看到最后，我很感慨，怎么呢？我说怎么姚明还不上场？哎，您就多余看。他乐我，笑话我。当然，你呀，我就多余叫你来，没错。那不郎平吗？谁哪儿啊？我也就别看了，你我气的啊！我说我去你的！哎，打上了，我给他一下，你这打挨的，他也急了，是吗？你这个岁数挨我一下，他能痛快吗？得翻脸了，站起来，这一脸就打我拳头上了。我找打去了，我。回家之后，我想来想去，是我的不对。那当然了，老话说得好，是冲动是蘑菇啊，只是蘑菇啊。那话什么？冲动是魔鬼。明天早晨我一定去道歉。应该道歉。早晨一开门，是于老师在门口跪着呢。我在你们家门口跪着。兄弟，我错了。哎呦，把我感动的，眼泪，哎呦，哥，滚！哎去，我就是欠打，我们就是别的这种交情啊。您找去没有？那是没有，哪有我这么欠的呀？我这捧着您，怎么这样啊？是您说这意思，就希望您健健康康的。得嘞，谢谢您吧。咱哥俩好好的说相声。好，有您在啊，我还能进步。您过去太客气了。不是，我跟您没法比。您瞧怎么说？我跟您比，我跟您说，我就是那老话怎么说来着？您说说。王先生碰见汪先生，这是我差3点，还差3点。您不能这么说话。您要这么说，我要跟您比啊，我就是能先生碰上熊先生了。那这是差4点。跟您比，我是王先生碰见汪太太，这是差5点。我要跟您比，我就是王先生碰上王麻子了。那是，就不知道差多少点了。我要跟您比啊，我就是王先生碰见汪先生、熊先生带着俩人的太太，还带着俩孩子，一个长雀斑，一个出疹子啊，一个吃芝麻烧饼，一个包着石榴，后边跟着一条斑点狗，狗嘴里叼着半个切开的火龙果。好家伙，这咱就甭比这个了，比不了了。我拿您是当老师看待，您太客气了。有不明白的，我得向您请教。谈不到，今天是个好机会。怎么呢？我要跟您请教问题了。您有事儿您就说。我有一个问题，我憋了很久了。是吗？真的。您说说。这个问题，在中国相声界150来年吧，几乎近60、70年没有人敢提。哎呦，那我也未见能答得出来，咱们探讨好不好？哎，就这个态度啊！你要不知道说不知道的，那肯定。你可别强求啊。那是。您各位也算上，您都是听相声的老主顾了啊。因为这个问题确实难度很大，很深奥嘛。是，您说吧。有这么一个东西。哦。哎呀，这个这么大啊，这么大个，绿不筋儿的啊。哦。一张嘴，呱呱，这是个什么？就这个呀。这个问题，你看这些年没有人提这个问题。什么是没有人提这问题？都臭了街了，您这个。什么叫臭了街了？废话，这么大一个绿的，呱呱啊，一张嘴呱呱叫。对，这谁不知道？小孩都知道啊。这叫什么？这叫蛤蟆呀。这叫蛤蟆。对呀。问题可来了。哦，刚才那不是。第六，看他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您说说。你也想不到我会说这个，对不对？哎，对。好极了啊！来，蛤蟆。对，蛤蟆。这么点小玩意儿，是为什么叫起来声音那么大？这个问题，中国相声界现在没人提。是不提呀，他们都说过去了。这个是啊，多新鲜！您解释一下。这个好解释。因为这蛤蟆呀，你看它长那相啊，它嘴大啊，脖子粗所以叫唤出来声就大。呵，您是高才呀！不敢当。蛤蟆啊，嘴儿大，对，肚大，脖子憨，叫出声音来就大。没错。照您这么说，万物是一理啊！万物是一理，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的，叫唤出来声都大。我们家那马桶，嘴儿大，肚子大，脖子粗，他可一回都没叫过，多新鲜呐！那你叫你还敢蹲那儿吗？你说的呀？不是马桶，它当然不能叫唤。它为什么不叫呢？你马桶它里边不是有水吗？有水的它就不能叫。有水的就不叫。对，有水不响，可不是吗？那水壶呢？对吧？水壶，
这一开了，叫啊！它当然能叫。水壶，您想，它不是坐在那炉子上，它有火，它就叫了吗？在炉子上就叫。对呀，烤白薯，白薯搁炉子上，哎，一熟了，这个白薯哇，没听说过白薯嗡嗡叫啊！你看看你说的吗？废话，白薯它是地里长，它埋在土里头，它不叫啊。土里的不叫，多新鲜啊！土拨鼠，它怎么找的这东西？土拨鼠站那儿，啊叫啊！不，土拨鼠是动物，动物就能叫，动物就叫。对了，蝌蚪，蛤蟆秧子，蝌蚪怎么不叫呢？啊，蝌蚪个儿小啊小啊。对了，蝌蚪长大叫什么呀？青蛙呀。啊，青蛙它怎么能叫呢？我这又回来了。首先呀，得介绍一下，好，我的搭档，曹鹤阳，我是曹鹤阳，谢谢大家。该你了。大家好，我是烧饼。啊，对，那个每年呀都来到天津春晚，我们很激动。是。说话啊，这个心情也是很忐忑的。每次来，我们都得写一些新作品献给大家。看我干嘛呀？你看观众啊！我怕观众他不爱看我。这什么理论？你把这耳朵冲着观众，人就爱看了。不是，曹老师，你知道吗？最近咱不没怎么演出吗？啊，今年是没怎么演。我说上网上看看观众对咱们的评价吧。你等会儿，没怎么演出，上网看对自己的评价，啊，这评价不是精准吗？那都怎么评价的？不看还好啊，看完之后啊，我 emo 了。什么表情啊？emo 了？不至于，不是，都说什么了？我给您看看。还带着手机还？你看，哎，你看这条。烧饼啊，是我见着相声界里边肌肉最大的。哎，这是对他的肯定。这对，这好。但是特别油腻。哎，你白练。不管怎么说的，人家说的倒对，倒是 emo 了。哎，别往心里去，人可能开玩笑。还有这条，还有什么呀？烧饼啊，长得难看，嗓子不行，说话听不清台上怎么看怎么不像好人。各位哎，我哪儿不像好人了？哎，行听见人说什么哪儿都不像好人，现在这都无所谓，别往心里去。你看这条，还有烧饼，祖师爷不赏饭啊，师傅追着喂，多难啊！这货还真敢吃，这挺狠的。这个各位，我师傅的个儿追我，能追上我就不容易啊！别往心里去，好不容易追上我，你说我能不吃吗？各位，这都是玩笑话，别往心里去。烧饼这孩子还有挺努力的但是怎么努力都没有用，emo 了。不是，这是你仇人上来写的吧？这彻底 emo 了。行，别 emo 了，行，差不多了。你说观众能爱看我吗？我刚才就想拦着，差不多了啊，把情绪收收，咱这上班呢，知道吗？什么？上班呢？演出？上班啊？上班。哎，我觉得这仨可以行，能行吗？什么能行吗？你给我亮！干嘛呢？演出呢？你怎么玩手机呀？上班玩手机，这对吗？你问问他们，上班玩不玩手机？是的呀，对吗？行，他们玩不行，我玩。不要这反应，我还真不能说什么。不是，咱的工作性质跟别人不一样，咱这是演出，能玩手机吗？差不多就得了。你好好演，一会儿上咱就给人说两个小笑话，对不对？擦个皮鞋，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对不对？张嘴就擦皮鞋啊！我们坐在马路上，我的生意将开张。我们坐在马路上，我的生意将开张。不论你是男，不论你是女，不论你是老头和少女，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不亮，双臂。别双臂了，我还真配合他。观众还爱听呢。不是，你这皮鞋都擦了几年了？皮鞋都擦成翻毛的了吧？
还擦皮鞋，来点新鲜的吧。新鲜的有啊，什么？皮鞋你擦不擦？擦擦擦擦擦。旅游鞋你擦不擦？擦擦擦擦擦。废话不多说，皮鞋擦一波，擦擦擦擦擦来，行。再改调也是擦皮鞋，像话吗？你这么对付，你对得起观众吗？你等会儿吧。啊，对得起谁？观众啊，对得起谁的观众？台下有一个爱看咱俩的吗？这我还真不知道。你甭说台下了，就咱俩这视频发到网上，满屏的弹幕都看不见咱俩。哎，你这我可懂，满屏弹幕证明大伙喜欢咱们呀。你这么自信吗？还行啊。要不我搜搜对你的聊，不用。不是有弹幕，这不是好事吗？就你现在脸上这个位置，此时此刻已经被孟鹤堂3个字占领了。哎，行，那咱俩换。不用换啊，我脸上是秦霄贤，那我站这边，那边是岳云鹏，那我站那边，这边是孙越，连孙越都有粉丝了。哎呦妈呀，你还看不上人家孙老师了？哎呦喂，曹鹤阳啊，咱得认清自己。怎么了？咱现在是往上比不了，往下够不着啊。往上比不了师傅岳云鹏，往下孟鹤堂、秦霄贤，咱比不了。甭说这一辈儿了，咱连下一代都比不了啊。下一代，刘晓婷啊，岳哥那徒弟咱都比不了人家。不是刘晓婷，咱怎么比不了啊？哎呦，好家伙啊！师傅见人家都得喊二哥来了，谁都跟他叫二哥，那是官称。我算发现了啊，咱来德云社都多少年了，差不多就得了。哎呀，够吃够喝，行。不是，你等会儿，人得知足。不行，稍微我得说你2句，你这个心态不对呀。怎么了？不是，你看看，你工作这么多年，你也甭说为了你为了孩子，你也得努力呀，你不能消极呀。我怎么不努力？咱都是男人，咱得为了家里，咱得奔去。你这样，我引导你，调整下情绪啊。你想想，你努力这么多年，你挣钱，你得买房吧？买了呀。买了啊，我跟岳云鹏一小区啊。那你可以，岳哥那房子500多平，刨了公摊490呢，都一样。你也住490，我住公摊。你给岳云鹏看门是不是？都一样。好，咱不说房子啊，车总得买吧？这还用买吗？大街上随便扫。你太能对付了。那孩子呢？媳妇儿养啊。那媳妇儿呢？孩子那个娘家养啊。我以为让孩子养呢啊，娘家养啊。我说的是上学。上学啊？你别骗我啊！怎么了？现在都9年义务制教育，不花钱啊！他也没上过什么高等学府，不是，我想说是大学。他考得上大学吗？有盼着自己家孩子考不上大学的吗？他爸爸连大学在哪儿都不知道啊！也是，大学对我们老朱家多残酷。不是，你太能对付了。不是，你要这种心态，咱外边还哪有活去啊？曹老师啊，咱不一直没活吗？哎呦，你不对啊，不对！你喊什么？你不嫌臊的慌？你明白？哎，要这么说，我提前告诉你个好消息。哎，最近就有一个机会，师傅不是一直在录那个三国嘛？啊，人节目组想改版，在师傅说之前，头里也找几个演员，就是录一个小节目，把这一期的内容给引出来，这不就是个机会吗？哦，这活儿能落到咱身上？对，我去跟师傅说的，就差不多成了。那这还不简单吗？简单。这三国大家我都知道啊。三国嘛，刘备、曹操、孙权嘛。到时候我演刘备。我们坐在桃园里，桃园里，我们3个来接义。我们坐在桃园里，桃园里，我们3个来接义。不论是男，不论是女，不论你是关飞和赵宇，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行了。连名儿都背错了啊！还关飞，还赵宇，有没有文化你？谁呀？刘备、关羽、张飞。我说成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刘备、关飞、赵宇嘛。刘备、关羽、张飞。刘备、关飞、赵宇也挺顺的。你爱谁谁吧，反正就刘。再说他也不是桃园3结义。什么？谁结义了？咱们第一回演的节目叫《温酒斩华雄》。哦，温酒斩华雄，这你知道吧？不知道。不。这你都不知道？那怎么了？师傅追着我的时候没喂这段啊？还赖师傅？行，甭说师傅了，我喂你行不行？这剧情我还真知道。
温酒斩华雄啊，说的是关东18路诸侯讨伐董卓，行至泗水关时被华雄拦住，华雄不可一世，接连斩杀几员大将。在帐前，曹操言道：“谁人敢去挑战华雄？我愿去取华雄项上人头，献于帐下。”曹操一见，只见一人立于帐前，身高9尺，髯长2尺，卧蚕眉，丹凤眼，面如重枣，是声名俱中。哦，你是何人？我乃刘备之弟关羽是也。哼，若你未曾击败华雄，如何？如不取胜，愿取我项上人头，献于帐下。好，曹操急忙命人滤上一壶热酒，关将军饮了此酒，是再去不迟。关羽言道：“酒且放下，我去就来。”从帐提刀，飞身上马。等斩完了华雄回来，这酒还是温着的。后人有诗赞之曰：“威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隆咚。云长亭展诗英勇，酒上温时战华雄。”你给我撂去！你怎么又玩上了？挺好，就不错。我这费吧，你听了吗？哎呀，听了，曹老师，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是怎么背下来的？这是问题的重点吗？这个行，不错，挺好。行吧，就这个行不行？你行，不就桃园3结义吗？这温酒斩华雄，斩华雄，哎呀，华雄死好几回了呀。一共有3个角色啊，曹操、关羽还有华雄啊，你我岳云鹏，咱们仨演。怎么还有岳云鹏啊？人要求的3个演员嘛，师傅一点就咱仨。这小岳不在，赶紧咱俩先分分角色。你先挑吧，让给我了。你先挑。行，那我简单一点，我这样不出彩的，我来个曹操。啊，那行吧？那剩下的就还有关羽和华雄，那都让小岳来呗。都让小岳来啊！你再走走你那个脑子，关羽斩华雄，他一个人来，自己斩自己，像话吗？他自杀不挺好吗？没听说过。他脸大呀，一式2角的来得了。甭找辙，你得来一个啊！你说我来谁？你来关羽吧，一身肌肉合适。我肌肉不行，我油腻。你再想这，我抽你啊！好好演出啊！行吗？行，没问题。来关羽啊！啊，那咱准备开始。来吧，对词啊！行好。谁人敢去挑战华雄？谁人敢去挑战华雄？谁人敢去挑战华？你给我把手撂下！又够手机，说话呀！我说什么呀？主动请缨啊！不行，我没把握呀。这么大一关羽，没有把握像话吗？那我说什么呀？哎呦，刚才那我说你没记这顺序啊！主动请缨，斩华雄，喝酒。好，行吗？谁人敢去挑战华雄？我是关羽。我来啊！上酒，干！哎，这酒不错呀！就是有点上劲了。关心关平，我要躺平。行，你等会儿别躺了，别躺，你给我站好了。酒喝急了，有点伤胃，胃病犯了。治疗老胃病，修复胃黏膜，止痛更治痛，葵花胃康灵啊！你先等会儿，我算能干点人事吧？干什么人事？你歇会儿吧，等会儿。我先问问你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么难受？什么？别难受了啊！你这还没斩呢，你就喝多了。哎呀，早晚都得喝，这点酒在哪喝不一样啊？哎，你可气死我了！算，别放弃机会。这是行，那你要这么对付，你来华雄吧。你早我就来华雄。仨人挣一样的钱，可不挑省事来吗？对不对？你这人行，你来华雄，那我替小岳来个关羽，咱俩对词儿。来，好，行啊，来啊！谁人敢去挑战华雄？我要去取华雄项上人头。不是，驾！他不累吗？好家伙！嘿，哎，来将通明，某关。来，给我起来！别乐了！怎么意思？什么起来？怎么意思？你怎么躺下了？这露脸的机会啊！谁问你露脸？我问你等会儿，我问问你怎么死的？鞋都掉了，你还……哎呀，我吓死的！哎呀，那关羽多吓人呐！一吹胡子，一瞪眼，当时处死。你早就该死，知道吗？烧饼我忍你半天了啊！你什么心态这是？网上看几条评论啊，就怎么着不进步、不学习、不努力了啊？你这吃老本，甭说今天了，以后也没有观众爱看你，知道吗？
你想死，我不想跟你死，我还得好好演出，我还得努力呢。你认，我不认，哪怕以后没有好的结果，起码我努力过，你明白吧？什么人呢？这是。四哥，你别老，你别劝我，你再往后边你都出话。你别碰我，别碰我，大不了我躺地上，你管着吗你？你别生气，你看我改还不行吗？对不对？那我好好的不行吗？对不对？到时候那个，你看我好好来，对不对？我为了咱俩，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好好演还不行吗？你这态度就对，早就应该这样。让我好好演一回，认真的，我再来回关羽行不行？确定关羽了啊？对，好好演，别浪费这身肌肉，知道吗？来，行，可以啊。谁人敢去挑战华雄？我愿主动请缨，挑战华雄。哦，你是何人？我乃刘备之弟关羽是也。哼，若你未曾击败华雄，如何？请将我项上头颅砍下，献与帐下。好，来人呐，绿上一壶热酒。这关将军饮了此酒，是再去不迟。酒且放下，待我去就回。哦，驾！啊，嗨啊，好。嗨，好，看刀啊！嗨啊！哎呀！啊！行，什么意思？你怎么也躺下了？我这不露脸吗？我去你的吧！谢谢。谢谢，又一次站在这个天津春晚的舞台，好几年了，无比的高兴，无比的激动。是，那边还有我们师兄弟，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演出都有师兄弟坐在台底下看啊，对，让我们更加的紧张，是更加紧张。没关系，站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说相声，首先感谢我师傅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舞台，哎，是了。再一个我们要感谢谁？谁呀？叫葵花儿童药。是吗？流感季节家中常备，这没有人家冠名，没有这台晚会。是的，虽然我们上台就说了这个广告词儿，但是我们是打心里感谢人家，没有人家没有整场的晚会。没错，感谢小葵花儿童药。孙老师啊，您最近研究相声了吗？啊，就忙着弄新作品嘛。您这话问的还挺突然。研究别的了吗？别的都研究。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啊，什么词儿啊？叫做 CP 感。这都从影视剧里边流出来的。哎，大荧幕很多经典的 CP 感。我说一个影视剧，您马上就能说出里边的角色来。啊，就有 CP 感的角色。对呀。哦，您说说，咱试试啊。比如说《霸王别姬》。这 CP 感这个啊，张国荣、张丰毅，哎，马上就能说出名字来，是，说明人家有 CP 感。哎呦，对不对？对。《无间道》，梁朝伟、刘德华，你看，说明人家有 CP 感。哎，对不对？嗯，《大话西游》，周星驰跟朱茵，哎，说明人家有 CP 感。是，《鼠胆英雄》，佟丽娅和于谦儿，对吧？哎，您回来。哎，回来，走的还挺快，什么意思啊？不是你不是 CP 感吗？你就说我跟佟丽娅不行吗？能死吗？对不起，我关注点不一样。我可不好哄。哎，这好，叫佟丽娅、岳云鹏，行了吧？不就完了吗 ？CP 感嘛。是。别说影视剧啊，相声演员怎么呢？他都有这个成名作。作品成名作跟他这个人也有 CP 感。是啊，我说一个成名作，您说出这个人来。表演者啊，您来试试《夜行记》。哎，侯宝林，你可以呀，不错。打我干嘛？逗你玩。马三立，《西征梦》，你师傅的《五环之歌》，蒋大为。哎，您回来，怎么老走啊你？这出来溜一会儿，着急回家了。你想想，你什么意思？干什么？不是您回来，我可不好哄着呢。干什么？这，我天真的以为咱俩是最好的搭档。这不是开玩笑。上台3分钟，您撅我2回了，干什么？我撅得动吗？还撅你2回了。哎呦！哄我！今天必须把我哄好了。我可不好哄。
必须得让大家说磕到了，这事儿才算拉倒。你说这大过年的招他干嘛？那行，我好好哄哄去啊。岳老师，我好了。我赶上一大冤种，我哄了吗？我这大冤种，这话我哄了吗就好了。你不用哄我。哎呀，磕到了吗？磕到了。我告诉你们，必须得让你们磕到。哎，好，因为我们俩合作10几年了。是。但是啊，这个再好的 CP 感，再有成名作，它也没有生活中来的那么甜蜜。哦，生活中您指的什么呀？比如说你跟你爱人，哦，夫妻之间，哎，他跟他爱人，我经常磕到，真的，特别他媳妇儿，特别好客，特别好磕，不要听错了，你拿我媳妇当土地奶奶了是吧？怎么特别好磕呀？特别好磕。那天我第一次见他媳妇儿的时候啊，他媳妇儿去后台接他。下班吗？我一看，哎呦喂，你怎么了？太美了！是，当时我就磕门上了，眼珠都不带错的，特别好磕呀！啊，是，大家都知道孙老师啊是北京动物园养大象的，嗨，至今有人不相信，确实是，10多年前养大象的。他媳妇儿也是北京动物园的，也是养猪的，就是饲料室的，饲料室的。哎，对，哎，喊孙老师不喊亲爱的，那喊我什么呀？也不喊老公，那喊。俗气，太俗气。哟，喊孙越，爱称，乐。我是那猪是吧？甜蜜呀！这是甜蜜吗？这个好听啊！这是开饭了，这是。你喊你媳妇儿什么？哎，就是微信备注你媳妇儿，怎么备注的？讲给大家听听。备注名啊？啊，就是家里的。这老人都这么说，多么动听！是家里的，哎，你妈妈的备注是什么？生我的。你爸爸呢？养我的。你师傅呢？教我的。那我呢？已故的。什么叫已故的？不，您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那个你故的。磕到了吗？磕到了。哎，跟他爱人关系特别的好。哦，是。可是再好啊，在家一家3口过日子。哦，3口我们家多少还是会有些摩擦。什么摩擦？跟他妈妈不太对付。哦，婆媳之间，经常会有些吵架呀、小摩擦之类的，难免。前段时间他回到家，看到沙发两端，这边坐着他妈，那边坐着他媳妇儿，哎呦，各自运着气，哎呦，孙老师回家一瞧，这怎么了？对，这赶紧问问怎么回事啊？这婆媳2位，哟，你们怎么了？这是？他妈喊他，喊我，乐。你等会儿，家里就指着我过年呢是吧？什么意思？这俩都喊乐，什么意思啊？那你妈喊你什么？你喊我儿子就完了呗。好，乐干嘛？儿子，过来。儿子，意思过来，把你媳妇弄出去。怎么能弄出去？我不想看到她。我烦了。你媳妇也说了。乐。行了，孙越，你过来。我过来。把你妈也弄出去。什么意思？我也不想看见她，我也不想听到她。这不可调和。这个时候，孙老师很聪明。我怎么呢？往沙发中间一坐，客厅马上变成2居室。我是隔断墙，我是。怎么了，妈妈？这怎么了？对，为什么呀？怎么还吵上了？这有什么可吵的？孙越，按说呀，你们年轻人啊，花点钱很正常。这怎么了？我作为老太太，我管不着。对呀。但你媳妇儿厕所里跳高，她有点过分了。一下买了70多个快递啊，是不是过分了？那可能赶上你媳妇儿也接过来了，妈呀，我们那不是买那么多快递，人家做活动买1发70。这什么商家呀？这是。买1发70，宝贝儿，买1发70，这太多了。您倒好，买一拼图发了70多份，拆得我肩周炎都犯了，孩子，肩周炎都犯了。老太太真勤快。你媳妇也说了，好，妈，这事儿算我错了，好不好？算我错了。但是您的事儿也办的也
也不合适吧？我老太太有什么事儿不合适？孙越，你过来，那我得跟你说了，说说你妈怎么了？恋爱了。这无可厚非啊，因为我父亲故去好些年，老太太无所谓你妈恋爱，按说啊，老年人谈恋爱很正常。你爸死去好些年了，是，谈恋爱很正常，做儿女的应该支持。对呀。但是你猜怎么着？怎么着？他相中了楼下卖冰棍的。拿我当古三儿了是吧？啊？怎么卖冰棍儿的呢？孙老师，作为捧哏的，有的包袱你不翻就算了。这比那拍一发七时响。废话，喜欢卖冰棍儿的怎么着？古三儿像话吗？卖冰棍的怎么了？那古三儿他妈才喜欢卖冰棍儿的呢，这行了这个。不是卖冰棍的，卖冰棍的怎么了？不很正常吗？但是你妈嘿啊，让人家卖冰棍的大爷怎么呢？更名改姓。你说有没有他这样的？人家家里人不愿意了，堵咱们家门口骂街呀！啊，什么意思？你妈只给人鞠躬，鞠了70多个躬啊！嚯！你妈说我那是鞠躬吗？那是我拆快递呢。哎，响了。你看，就伏笔，这叫是不是？是。哎，这儿响了，我的妈哟！您甭这快递甭去，我就问一句吧，凭什么让人家搞对象的更名改姓？为什么？对呀，改什么姓了？你也接过来了啊？妈，这是您的不对了。对呀，你怎么还让冰棍大爷更名改姓啊？凭什么跟我姓？这不合适吧？对呀，非得让人改姓孙，不合适啊！不合适啊！孩子，嗯，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妈妈得跟你说实话。什么意思？妈妈啊，怎么了？犯过什么错这是？妈妈身上身上怎么了？有关于你爸的纹身。不是什么时候纹的身呢？这俩人，你甭管什么时候纹的身，到时候我跟你冰棍大爷过日子。哎呀，我这写着呢，孙红雷我爱你，不合适啊！您等会儿，不合适。您等会儿，我爸爸是孙红雷，不是雷，不是那个雷，他是雷同的雷，不一样嘛？这不怎么这孙红雷呀？蕾丝边那个雷。蕾丝边。巧了，就叫孙红雷。哦。妈，您什么时候纹的身？我怎么不知道啊？对，你这啊，什么纹？您怎么还纹身呢？这么大岁数不行，还让人家冰棍大爷改，还让人知道了，不合适。怎么了？孙越，我告诉你，怎么了？任何人嘲笑我都没关系，你不能嘲笑我。我身上纹身纹你爸爸，那是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哎呀，那是我们刻骨铭心的情啊！你干什么？你还笑话我？呸！滚！我妈够冲的啊！嘤，回屋哭去了。我妈还嘤呢，老萝莉这是，老萝莉都出来了，还嘤。你妈回屋哭去了，哭去吧。再看你媳妇儿，你得哄你媳妇儿啊。先哄这个。哎呀，你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啊。老年人谈恋爱很正常，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人家冰棍大爷既然敢跟孩子说这个事儿，说明什么？怎么？说明他心里有咱妈。老头上心了，这是一个小细节。哎呦，我们应该祝福他。孙越，是我作为儿女应该祝福，应该支持。我们把这个房子让给你妈和这个冰棍大爷过日子。我们俩去动物园边上租房子住吧，好不好？对，我们住动物园不好，我们住动物园宿舍也行啊。我这没事儿，你去哄你妈啊，回头让你妈把那个纹身洗了，好吧？你看看，哄老太太吧。推门一瞧，你妈趴在床上，俩腿一蹬，咣！我妈缺氧了，这是。说这话，你妈坐起来了。是这么回事，孩子。您说说。10年前，我跟你爸我们出国旅游，10年前，我们路过一个纹身店。我们俩一对视，怎么样？我跟你爸多么有默契啊！我们俩决定疯狂一把。哎呦，进了纹身店，他纹的是我的名字，我纹的是他的名字。那后缀都是我爱你。你看看这俩人。出国纹的，纹哪儿了？纹哪儿了？问问。你好奇这个干什么？你都说到这儿了，你怕这个？怎么了？妈，这么大岁数咱不至于啊！我妈迟早就走这一步。纹哪儿了？您说说纹哪儿了？纹在了，不笑话您。纹在了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哦，闻在这个胸口这边。不是，啊，闻哪儿了？左边胳肢窝。这地方是爱发炎。那也不合适。对，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万一让人看见。跟你妈正聊着呢，啊，外边有人敲门。谁呀？冰棍大爷进来了。老头来了。你媳妇赶紧出门迎接啊！啊，哟，大爷您怎么来了？你看还带着东西。是，孩子，我确实拿了冰棍，但是我一会儿要卖。人家要出摊儿的是，不是送礼来了。您来这是有什么事儿吗，大爷？你说说吧。嗨，我来找你妈啊！我们孩子上你这儿闹事了。哟，老李你出来了。你跟你妈这会儿正出来了。谁？老李。哦，我妈姓李。对你妈叫老李。老李，哎呀，你出来了。那什么，孩子刚才上你们家闹事儿，实在是不好意思，赔礼道歉。我向您赔礼道歉。孩子们别怪我啊，别怪我。好，我确实想跟你妈好好过日子。俩人确实。这个事儿估计你们也听说了。行吧。怎么着？我认了啊，老李，我认了。认了。我改姓孙。但是孩子们不许那么喊我，我也觉得丢人。我60好几了，我也觉得丢人，好不好？付出了可啊！就说了，你赶紧把这话接过来呀！我可不能。哟，大爷对。不行，对，这事儿我听明白了，从头到尾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我有一个主意，大爷看您愿意不愿意啊？什么主意啊？我妈身上有纹身，您知道吗？啊，知道。我知道，她跟我说了。这样，您呐，你也既然想得到我妈，你也得付出点什么。怎么付出啊？妈，您身上纹的是什么？什么呀？我纹的是孙红雷，我爱你。啊，大爷您也纹一个。纹什么呀？孙红雷，对不起。我去你的吧！今天，这身帅吗？我的天呀，我照镜子都给我自个儿磕头，真的，我这身我就准备家居服了，太帅了，我自己都崇拜我自己。穿这身上来，能看出来感觉吗？今天不说相声，展示一下我才华的另一面。卖烤串。你说什么？唱一段摇滚。谁鱼的？这个年我就准备在你家过。我吃好几碗大米饭呢，我。好了，我分身了一会儿。我这段摇滚来说啊，不是我自个儿唱，我跟别人唱，跟那个叫梁龙。二手玫瑰那个，哎，我跟你说，我不爱带他，没招啊，求我，哎呦，带我一个，没招。我说行，哎呦，实在没招了，没招，勉为其难，带他唱一段啊。这个我不说相声了，把这桌子搬下去。来，那个谁，工作人员，把桌子搬下去。那个，脑袋长得跟小灯泡似的那个，过来，就说你那脑袋像灯泡那个，来，把桌子搬走。叫我吗？我搬桌子，合同没写啊。你不搬桌子，还我搬吗？那摇滚他会唱吗？你懂个六啊你！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是郭麒麟他二姨也得搬桌子，知道吗？一会儿我要唱摇滚，知道我跟谁？我跟梁龙，知道梁龙吗？那我捎来问一下，您认识梁龙吗？这话说的，梁龙知道吗？我还真知道，梁龙是恐龙的一种，生活在侏罗纪晚期，属于食草动物，体型巨大，啊，特别大。哎，无形当中抖了一包袱。小灯泡，这个包并不可乐，知道吗？赶紧把桌子搬走，啊！不要影响我。我跟恐龙能说相声吗？我说了，人家那是食草恐龙。又抖了一个。快点搬走，知道吗？我跟梁龙摇滚，梁龙知道吗？这么说吧，有可能啊，我比你熟悉。你认识梁龙？我跟他的父亲有点亲属关系。那你顶多也就算个亲戚，知道不？不骗你啊，我是梁龙的救命恩人。
你救过他？没有啊？这说什么救命恩人呢？哎，胜似救命恩人，我不算恩人也算稻草。你看，又让我说对了吧？梁龙是食草恐龙。救命稻草啊，知道吗？当时梁龙没火的时候，哎呦，迷茫了，难过了，嘴也上火了，舌头也起泡了，瞳孔都放大了，着急呀、他上火呀，这是着火吧？啊，瞳孔怎么还能放大呢？他迷茫了。我说别着急啊，我给你指点天津。哎，指点迷津啊！这不在天津吗？在天津指点的。好，这是个包袱啊，这是个包袱啊。对，在天津指点。我说你啊，走，带你唱歌去。去歌厅了？你这眼睛放亮了，去歌厅了。带他进的音药界。哦，葵花药业。这时候没有广告的植入。啊，音药界知道吗？音乐界吧。对，音乐界。对，一挖月吗？啊，音乐界我门儿清啊，有门儿清了。哎呦，音乐界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平凡，乱着呢。他们也都是面儿和心不和，就是跟你们说相声似的。那能一样吗？我们是面儿心都不和。哎，音乐界还有个鄙视链，知道吗？跟您说吧，这事儿我听了第8回了。还不知道？我跟你说说，您耳朵不好使。我跟你说，这音乐界的鄙视链，哎，这个玩古典的瞧不起玩爵士，玩爵士的瞧不起玩民谣的，玩民谣的瞧不起玩流行，玩流行的瞧不起玩摇滚的，那玩摇滚的呢？瞧不起玩摇滚的。妈，这我听到第3个版本了。滚圈还有鄙视链呢。哟，什么叫滚圈啊？摇滚圈，我还头回听说。唱金属的，知道吧？瞧不起唱雷鬼的。唱雷鬼的瞧不起唱放克的，唱放克的瞧不起唱朋克的，唱朋克的瞧不起梁龙。定位这么精准吗？这叫同仇敌忾。那你们相声圈就没有鄙视链吗？有啊，我们是逗哏的瞧不起捧哏的，捧哏的瞧不起梁龙。就这么短个链都跨界了？那没招了，是大势所趋呀。梁龙站在我面前，我也敢这么说呀。哎呀哈，梁龙站在这儿，您还这么说啊？这话您还真是说到做到了。但我有一个问题，梁龙让你说的这么次，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合作呢？哎呦，我不想跟他合作，知道吗？他是求我，我是带他。要不然这大春节晚会，梁龙能上来吗？导演安排的，我就做个顺水的人情。我这寻老话怎么讲？赠个人玫瑰，手有余香嘛。何况他还是个2手的。行了，行，咱别吹了，行吗？对，你吹一吹吧，你看你就把梁龙吹一吹，躲哪儿去了？我说咱别吹牛了，梁龙，快出来！咱别吹牛了。谁吹牛呢？不信是吗？不信。你等梁龙一会儿上来的，你别走。我不下去，估计他是上不来了。不是，why 什么意思？我就是梁龙，我是翼龙，还有三角龙、暴龙，我们号称天津侏罗纪。气死！哎呀，我说，那，哎呀妈，真是梁龙啊！梁老师，哎呀，我老喜欢你了。有你这样的吗？我跟你斗呢吗？谁跟你斗呢？我特喜欢您，我特崇拜您，对您的艺术真是五体投地啊！这喜欢您，那么喜欢的不得了。刚才你不还鄙视我呢吗？我刚喜欢的，那个不是那个什么，我真特喜欢您，真的，您带我来一回摇滚。怎么的？我还得跟你合唱一回？咱俩滚一回。哟，唱不了。我是谁呀？瞳孔都放大了。音乐界鄙视链最低端的，摇滚圈鄙视链里最低端的梁龙，连捧哏的都瞧不起我。不是你这都来了，你不唱不合适。唱不了，不唱不结账。不，那最多唱一首啊。我跟你说，我可不是为了钱啊，咱把话说明白了。为了艺术，对不对？你看，跟我们的口风都一样。
咱都是为了艺术。得嘞，咱俩今天就合唱一回。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会唱我歌吗？哎呦，你那歌都臭了街，不是、啊那个，不是，你那歌都大街小巷妇孺皆知的，谁不知道啊？哪首啊？两只蝴蝶，那是庞龙，真心英雄，那是成龙，滴滴血。那是史泰龙，歌都整没了，还是第一滴血。我不好意思，我就是为了合辙押韵。我能想起来，那首小娟儿。那是你的歌。行了，咱别唱了，咱别唱了啊。别，我会，我想想啊，我一下蒙住了，是不是那个？东边不亮西边亮啊，晒完雨前我晒得刚啊。这词儿倒是挺新鲜的，是不是这个？得嘞，今天咱俩就合唱一回，来一回。好，来。但是啊，歌唱完之后，你可不能再鄙视我了。那凭什么呀？啊，不是，那怎么能呢？得嘞，我小灯泡，我张可伦，天津开唱。我要开花，我要发芽，我要春风带雨的哗啦啦。我要开花，我要发芽，我要快乐的时候放屁哈。我要开花，我要发芽，我要春风带雨的哗啦啦。我要开花，我要发芽，我要快乐的时候记得它。我要开花，我要发芽，我要春风。开花。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谢谢大家啊！孟鹤堂、周九良，又是我们小哥俩在天津卫视给您说相声啊，相声春晚多快呀！啊，一晃1年又过去了。对，就这几年，就感觉好像就是什么感觉啊？什么感觉呢？就好像一匹那个白马，就从那个山涧之间擦就过去，就那种感觉。唰！你是不是想说白驹过隙？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啊，是，就好像是那个时光就特别的呲儿啪。这个时光呲儿啪，时光如箭。对，哎呀，你可以，啪，就好像就是那什么感觉，就好像那个时光就它，哎，嘣儿一下就过去了，就那种感觉。哦，那叫弹指一挥间，那叫。你这有点小报复啊！废话，我就还动手动脚。我就形容这个感觉，为什么说时间过得这么快，而且时间会越来越快？为什么呢？我研究啊，什么原因？我就研究。我们小的时候不觉得时间过得快，哦，是吗？可是我们长大之后就觉得时间过得快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而且时间过得越来越快。是啊。经我研究发现，小的时候，小孩为什么觉得时间过得慢？因为他看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哦，经历的也都是刚经历的东西，所以他记忆点就深刻。小孩嘛，没经历过什么，他就像那个蛤蟆，就是在那个坑里望天，坐井观天。哎，对，没见过什么，看见什么新鲜东西，就好像那个耳朵跟眼睛重新换了一遍那种感觉，耳目一新。对，长大之后不一样了，做什么事情都是你曾经经历过的，哎。你经历过了，你就没什么味道，就好像吃了根蜡一样。味同嚼，你是得学学成语了。这不有您在呢吗？啊，不是，就有我在呢。我就说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啊，
回想，我不说小时候，我就周老师，我问你，我20年前今天你在干什么？10年前的今天，5年前的今天，没事吧？2年前的今天，你要咳嗽，你这么着，你来点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好不好？抗病毒、清肺热、治咳嗽，没毛病。这波没毛病，是不是？不是，哎，我不是说咳嗽，您问的太远了，都20年前、10年前，这谁记得住啊？咱往近了说，大伙儿眼巴前的，咱就说昨天你在干什么？你不用配合我啊，周老师，这不需要配合，不是节目效果，不需要配合。你看是不是想不起来？为什么？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人类的这个记忆皮层啊，会把所有的记忆分类整理，然后你呢，有好多类似的记忆会合并同类项，所以说你年龄越大，你的记忆点就会越模糊。哦，是吗？为什么刚才我问你那些东西，你都很模糊？因为每年过年的都是记忆点的。我问你，去年过年你在干什么？你肯定想得起来。你就是脑子不好使。不是，跟我没关系。你是，跟我没关系啊。你容我这不是你想想，这谁能想得起来呀？大伙儿都记得住，去年过年干什么了？都一样。我也记得住，我不光去年，我年年我都记得住。打小我过年，我们家记忆点就多。我们家过年跟别人家不一样啊。怎么还不一样啊？你们家是夏天过年？也不一样。贴对联不行，不贴对联。为什么呀？我爸怕红。啊，那放鞭炮不行，我爸怕崩。挂灯笼不行，我爸怕亮。你爸爸是年兽吧？你爸爸是年兽，又怕红，又怕崩，又怕灯，你知不知道？你不是年兽是什么？不是跟年兽没关系。那你们家都干什么呀？讨吉利。讨吉利？怎么讨吉利啊？你比如说我爸爸弄俩柿子放家里干嘛？弄小木头弄一如意，往那一摆，这叫什么呀？事事如意。就2个柿子，一个如意，事事如意。对了，有一年我爸爸大早上起来，院里逮4只鸡，4只鸡，弄4只鸡，弄一大胆瓶，他胆的那大胆瓶知道吗？是啊，哎，4只鸡全塞着一个胆瓶里边，干嘛呀？弄那个小木头塞子，安这上头，往这一摆，这叫什么呀？这什么呀？4鸡平安。这都是我爸爸想出的主意啊！这都是讨吉利。我爸就为讨吉利，那煞费苦心呢。我跟你说，还干嘛呀？啊，大早上起来，人还都没起呢。人家放鞭炮，我爸爸唱歌，唱歌就站院里唱歌。哎呀，你听那怎么唱的啊？这好，他唱歌好听。恭喜你发财，恭喜你发财。孟老师，恭喜你发财。你爸爸就是年兽。这不是出来吓唬人的吗？怎么了？这会唱吗？怎么不会唱？我爸唱歌好听着呢。恭喜你发财，这唱的怎么那么平啊？哎，就这么平啊，一点味儿那么平。我爸爸就为了讨这吉利啊。这是什么吉利啊？歌舞升平，就讨这吉利。让你妈管管。我妈闲不住我妈，我妈也讨吉利。我妈怎么讨吉利？院里弄5个大鼓。放到院里边，5个大鼓，好家伙，玩命踹这大鼓啊！踹这鼓干嘛呀？我也不明白，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叫什么呀？五谷丰登。那风灯呢？五谷就是疯狂的灯，疯狂的灯，五谷丰登，大过年的，这就像话吗？我也不想，我被支配了嘛。记忆最深的一年啊，最深刻的，我跟我爸爸去逛庙会去了。逛庙会热闹，小孩啊没逛庙会，看什么都新鲜呢。哎，对。但是我爸爸逛的什么呢？我爸爸逛是讨吉利。哎，这等会儿你看，逛庙会讨吉利。对呀，他挑东西，他买回来他凑吉利数啊。买的什么呀？有那卖那个什么，画那个糖画的。画糖画，吹糖人的。是。还有那个卖金鱼的。尤其是卖金鱼的。我爸爸站着就走不动道了。这干嘛呀？我爸爸想回去凑一个年年有余，你知道吗？他站着走不动道了。是啊，我小时候，金鱼
冬天基本上没有，这天太冷了，就喜欢这金鱼儿。嗯，问人老板，老板，这金鱼儿咋卖的？多少钱呢？30一条。哎呦，不便宜呀。那会儿30一条，太贵了。是30一条太贵了吧？你这玩意儿啊，不是，成本在这儿呢。30一条还加个鱼缸呢。那你卖鱼多少钱呢？鱼2块。这老板是一个卖鱼缸的吧？那我就光买鱼，我不买鱼缸行不行？不行，大哥。嗨，那能行吗？这么冷天儿你买鱼不买鱼缸，你咋带走啊？哦，对不对？你到家你冻死了，你揣兜里啊？对不对？开玩笑呢嘛，我这就这么卖，揣兜里也死。我跟你说，你要不要鱼缸，那鱼2块钱一条，我就卖给你。哦，我爸一听来劲了，2块钱一条卖给我，2块。各位，人多呀，逛庙会了。各位，都看好了啊！都看好了。老板说了，我不要鱼缸，2块一条就卖给我。干嘛还找证人是吗？还老板说你带不回去，你到家冻死了，你不听话呢。对呀，甭管，我就2块钱一条，我就买了。哎，这会儿人就围上来了。我爸爸从兜里掏出2块钱，啪往那一拍，顺手掏出一条金鱼来。哟，各位瞧好了，这金鱼在手里噼里扑噜乱蹦啊，就端回去啊。瞧好了，各位，今天拿到家，而且冻不死。哟，怎么弄？我拿嘴我也带回去啊。我爸要拿嘴含回去，旁边有好心人呢。蹦爆米花那老头说：“小伙子，要不给你拿一塑料袋得了啊？塑料袋行？不用，甭管闲事儿。哎呦嚯，告诉你，拿嘴也叼回去，有点好心眼没有？各位瞧好了，我爸爸这劲儿可上来了啊！都瞅着呢啊！我爸爸骑马蹲裆式站好了，把这金鱼啪往上一扔，表演上了啊！开始表演了，炫技呢，扔上去瞅准了，一张嘴，能接住吗？含嘴里的。哦，这还真接着了。周围人喊呐，好啊，好啊！嚯！我爸爸抱拳拱手，见笑。哎，掉地上了。是，那怎么办？啊，这还能要吗？那个这不要不了了，因为什么呀？我妈妈说了，掉地下的东西就不能再往嘴里放了。哎，对了，那是吃的，这是欣赏。连摔带动也要不了了啊！对，老板，再来2块钱的。口内外温差有点大，往这一拍，伸手捞了条金鱼，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往上一扔，走你！一张嘴，不，行，别说话了，再来一条。你先等会儿，这不是这回不是没说话吗？是扔的太高，顺嗓子眼直接滑下去了。哎，好，一样了。哎，这里还动唤呢，哎，就可以了，还动唤呢。好了，再来一条，老板。哦，再来一条。好家伙，伸手又捞一条。这回我爸爸有主意，把嗓子眼闭死了，扔得高高，瞅准了，一张嘴，嘣，含到嘴里，抱拳拱手，就赶紧走，扭头就走。对，这会儿蹦爆米花那老头太坏了，怎么呢？小伙子，你带不到家，你要不来一塑料袋吧？看我爸爸那劲儿上来了，带不到家。是啊，你看我的，一拍胸脯。再来一条，哎，哎呀，一会儿吃饱了，我跟你说，3条鱼了都。再来一条，一摸兜没钱了，那会儿哪有那么多钱呢？是啊，没钱了。旁边有人，好心人说了，我出1块，干嘛呀？看热闹啊。哦，我出5毛啊，我出3块。蹦爆米花这大爷过来了，今天我摊儿不出了啊！干嘛呀？我就看你这金鱼是怎么带回去的。哦，他怎么看呀？啪就掏着20块钱，往这一拍，给他来10条。好，我就看他今天能不能吃饱了。哎呦呵，哎呀，我爸爸一看也没台阶了，来吧，一伸手拿起一金鱼来往上一扔，拿嘴接住了，摸头就走，就赶紧走。好家伙，后边一帮人都跟着。是那个蹦爆米花老头卖金鱼，买卖都不干了，就看我爸爸能不能坚持到家。是3步并作2步走，就马上就要到家了。哎呦，这快了，坏了，快成功了，坏了，怎么还坏了？碰着我姥爷了。哦，我姥爷，老丈人啊，是打对面过来，碰着我爸爸，姑爷过年好啊！大过年的，我爸爸，你琢磨，老丈人给自己拜年，你说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嘴里含着金鱼呢。好家伙，这会儿我爸爸难为死了，他那起飞智了，那脑子好家伙，想出一个办法，又保住了金鱼，又跟我姥爷拜了年。哦，怎么来的呀？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一抬头，噗，把金鱼吐上去了。爸，过年好！不，
又接着了。后边30多人好都看傻了，杂技了，还能这么操作呢？好啊，鼓掌啊！好家伙，好功夫！这帮人一热闹，我姥爷也懵了。好家伙，这姑爷在这干嘛呢？对他不知道，上来问我爸爸：“姑爷，你那嘴里是什么呀？”坏了，我爸爸为难了。怎么办？金鱼儿，他又给淹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笑口常开，一顺百顺。多写相声。好什么还多写相声像话吗？啊？我顺嘴一说啊，您不知道爷爷怎么着？天津春晚呀，让我交作品啊，不知道写什么呢？哎，给你出题材没有？哎呀，那没有。哦，自由创作。哎，对。哦，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你看写一段相声啊，你得有人，有事儿，有情有趣儿。哦，哎，你比如说啊，您说，我们一提这个马大哈，就想起来马三立老前辈表演的相声《买猴》，哎，这是经典。哎，一提二他妈妈啊，就想起来高英培老师表演的钓鱼，多有意思！哎，对，一提抽烟喝酒烫头，谦哥，谁那是？谦哥嘛，这可是你们说的啊，我没说啊。要提到流感季节，家中常备小葵花儿童药。嘿，你这里怎么还有广告呢？对，这得说。行了，我接着告诉你啊，您说，选人你得选准了，哎，选准，哎，你得选，你熟悉，大家也熟悉，这样呢，你了解情况，哎，便于创作，哎，得有特点，哎，那要这么说啊，我有人选了，你选谁呀？我选我猴叔啊，这选我。选他，我猴叔为什么呀？我最佩服我猴叔啊，他有什么特点？电竞达人呐，没错，大家都知道电脑高手，所有的游戏在德云社，猴叔都排第一名。行，我最佩服就是他。行了，怎么了？游戏玩的好管什么用啊？啊，我不好吗？游戏有什么用？对不？你怎么说话？你像话吗？像话吗？别吵了，别吵了。我还真想起来了啊。侯震啊，我可听说了啊，就因为这玩游戏啊，你可耽误工作，有这事儿没有？是吧？有。岳云鹏演出人家都上了场了，没主持人，结果你在后边那儿还扬了个扬，你说你玩这玩意儿，你这是你不是？就是他，玩游戏不能耽误工作，是不是啊？上瘾吗？上瘾。你说累一天了，劳逸结合玩会儿。可以，但是不能够沉迷，影响工作，不行。哎，再者说了，玩游戏花那么多钱，你有那钱给孩子买点东西不好吗？对，是不是啊？都充值了，你得注意。所以他这不行。你把这事儿，哎，你把这事儿你记下来，我记下来，这算个素材。好，你这不行。素材就是侯震，哎，沉迷游戏，哎，对，这不对。好，我给他记下来。好，我就沉迷游戏了。游戏，对，不务正业。那我猴叔就不行了。这不行，不行啊！这个不行，我的坏呢。你选谁呀？选谁？我孙叔啊。哎，我不玩游戏。哎，对，他为什么选他？哎呦，我孙叔会投资啊。哎，对，投资好多个买卖。行，你把这放下，你给我细说说。对，他挣钱呢，投资这个投资那个，挣了不少钱呢，跟人学挣钱呀。怎么个挣钱法？你别听他瞎说，挣什么钱呀？挣什么钱？什么叫？他网上他认识一女的，是不是你？前些日子认识一女的跟人搞对象，对不对？我单身，人家那单身不说，人家推荐他投资。刚开始投资没多少钱，确实挣了啊，确实挣钱，这我知道。挣钱了，对，挣了，好事啊！二一回又投了，又挣了，好啊，这美的不行了。三一回家底儿都给人全投进去了，人给他拉黑了，跑了，是不是？这玩意儿杀猪盘呀，这拿他当猪养了。
对，说现在杀猪盘，师傅您不知道，现在这就叫杀猪盘啊可能就是因为它长得像猪，可能就是这。不是因为我起的名字，你看哦，养猪样是吗？过年了，过就没不是过年了，师傅，你别胡，不是杀猪菜，杀猪盘。不是这你这直接让人宰了。再说人家也没跑了啊，警察不都给逮着了吗？哦啊，逮着了，这我知道，逮着了。哦，逮着了，那个，把那个罪犯行骗的那个都带着都上镜头了。过来那罪犯还说话呢，说什么呀？啊，这拉着手铐，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不是我，玩笑，不是我。哎呀，这事儿可不能。那我说这个丢人啊，这也不行。这肯定不，他上当了，他行什么呀？我也不灵了。那我得给我叔写上啊，这也写。孙叔这也不行了，孙叔就是上当受骗啊，对他上当了，上当受骗。哦，得，都不行啊。那我只能选我师傅了。啊，这早就该选我。对，那我师傅优秀。那是嘿，和蔼可亲，这是我徒弟，哎，不争不抢，那错不了。乐善好施，哎，对了，为人善良，哎，是，那是极度的热心肠啊。对，怎么个热心法？你看一上网啊，凡是看过的视频，都给人家点赞，这是给人鼓励嘛。看过的直播啊，都给人刷礼物，那就给人钱嘛。怎么还刷礼物？刷礼物就是给钱，爷爷。这怎么我看这还给钱？嘿，这您都不知道？没看过。哎呦，不知道。我给您学学啊，你 music， 好音乐，哟，要动起来呀！哎，动啊！啊，开电门了这。就这个。我来吧。啊，接着奏乐，接着舞。祝大哥吉祥吉利吉如意，顺风顺水顺财神，财滚滚事事顺，啤酒白酒铁锅炖，坐奔驰开宝马，火箭一刷就是俩，常开心没烦恼，祝愿大哥身体好。家人们，给榜一大哥鼓鼓掌！哎，谢谢，我是刷呀，家人们，天哪！行了，别跳了，停！哎，我就喜欢这个气氛。你什么叫是挺气愤的？不行，他这个怎么了？这是这个乱七八糟的。你这有什么可看的？怎么多好啊？漂亮那个是吧？这小姑娘，哎，眼睛擦亮了看，你看见人家睫毛了吗？睫毛有假的，不是啊？那长头发，假的，都没看出来。擦一小红嘴瓣张嘴一说话，男的。您瞧瞧，男的，就他干的事儿。男的，你还给男的，怎么了？就这还刷大火箭呢？男的怎么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懂吗？是这意思吗？小手，这也不行了，你这个行，你这不行了，你师傅也不灵了啊！这不成，你师傅也不行。啊，这仨人，那您三位都不成了，都有问题呀。我们怎么有问题？对不对？你看我侯叔，您问题知道吗？对，是我沉迷游戏。你看您呢？啊，我上当受骗。你看还有我师傅，我真没看出假睫毛来吗？嗨，是这意思。你要这么看呀，啊，这人我只能选我师爷了。妈呀，这还有我的事儿呢，别害怕，人别害怕。您站这边，您站这边，不是应该选您。不是我等会儿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你选你师爷就对了。那应该的。哎，大家伙儿也都了解你师爷，熟悉对吧？全国著名的相声演员、老艺术家了，对，人也是网络高手，爷爷，人家也经常在网上冲浪，没看出来呀。哎，但是啊，人家可不像咱们看的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啊。老头儿呢是天天在网上看新闻，了解时事，好，哎，看一些知识性的东西，趣味性的东西，都是对自己有营养的东西，哎，特别上瘾，一看就看一宿，一宿不睡觉，在电脑前等会儿好学，怎么了？我爷爷看手机、看网看一宿，对呀，沉迷网络，得全军覆没。你看这一个都没上。您站这边来吧。啊，对，咱们归我们得了，把您行了。各位啊，这创哥我也看出来了，
聊了这么一会儿，我心里也有数了啊，也知道我这题材呀该往哪个方向走了。哦，有节目了，您听着吧，节目编出来了。嘿，您看手机别伤身体，休息时间要合理。大人小孩玩游戏不要沉迷，要牢记。交友软件杀猪盘，他目的就是为骗钱。看直播刷跑车，小心老婆的平底锅。为创作品找题材，我们祖孙3代走上台。金招牌银招牌，石门的相声继往开来。反面教材，哇！大过年的啊，人来疯儿。哎，您这礼数都用砸了。哎，礼多人不怪嘛。哎，这倒是。一上台来，一看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哇，突然间感觉自己像一个明星哎。你削的有点不要脸。怎么了？怎么了？当然了啊，只是一个小演员，哎，对不对？一个成语来形容是不值一提。我们大伙儿都会这词儿。当然了，我觉得啊，就凭我坚持不懈的这么努力下去，怎么样？也会发光发热的。凭什么呀？哎，就这种呐喊声啊，和我这个看啊，风华绝代的颜值，哎，就这种无与伦比的才华。肥而不腻的身材，有，再加上你臭不要脸的性格，这才是正根儿呢。我就想问一下，刚才谁喊的游轮？给我站起来！别，这一下200多人全起来了，得改一大合唱。我不游。那你们家是缺豆油？哦，这是一个豆油轮。别顽皮了，行不行啊？谁跟你闹了？我真的这一年来讲吧啊，修身养性。各位看看，修身就修成这样了。好家伙，你真是游轮，这都带着救生圈出来的。修身这里边不是别的，这里边都是下水，都是能耐、知识、学问。你说那么半天，我们也瞅不见呢，看不见。哎，说两句话啊，不干别的了。干嘛呀？上台来，先做一个小小的测试。测试？考考你。哦，给我测试啊？哎，来吧。哎，比方说1、2、3，这个数目字知道吧？知道啊。1、2、3，为什么啊？到查数的时候就变成了1个、2个、3个，而不是1个、2个、3个？话题好深奥啊！为什么这个2跟2的区别是什么？2特指的是数数、查数，2呢？2是你的性格。你们什么就好啊？哎，没有必要这么挖苦我。不是挖苦你，这是形容你啊。讽刺我哈？什么？讽刺我？我早给你挤了，我哪有这么大讽刺的？我是问你区别是什么？区别很简单，2是特指的某种事物和物体的特性。你比如说2龙戏珠，2泉映月，2八佳人。2呢，就是指数数的时候用到2。你比如说2双筷子，2个苹果，出去吃饭，您好几位啊？2位。哦，你说的很详细。哎，但你信不信我没听懂？你还是保留了你的特性。说那么多2、2，哎，还有2，知道吗？对。比方说刚才那个岳云鹏、孙越都说他们俩，为什么不说他们2，他们2呢？你可以说他们2啊，你看他们俩抽不抽你？来呀，你看我讹不讹他？嘿，这一对天敌，这是对不对？为什么不说他们2，他们2，他们俩？2代表的就是2个人。你比如说，我们俩就是我们2个人，我们2位，明白了吧？你说的就是很详细。但你信不信
你没听懂？你们不用信，你们听懂了吗？你们也听懂了？啊，其实我也听懂了。不是，咱不能就坡下呀。我就是考考你。你那点小小的倔强呢？哎，我问你，比方说这个啊，这3个字是吧？什么俩、2、2，你给我造个句儿听听。这张嘴就来呀。我们小哥俩在大年初2下午2点给各位发红包，好不好？你听听这掌声，这，哎，能不能给我也发一点点啊？给你发什么？咱俩给人发。你呀，咱说的俩这个造句儿来说啊，一般般。怎么？就老话怎么讲？叫差那么一奶奶。这一奶奶都是老话了。对了，哎，这个来说差哪儿了？差字儿太多了。我这字儿多，对你来个字儿少的，我听听。听着，咱这个造句啊，哎呀，这东西2两俩。哎，还真是啊。嗨，这东西俩2两。哦，这倒装也行。你看这东西啊，2两2不像话。你就是那东西。我只告诉你，这都很简单。简单是简单，但是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什么叫必不可少啊？必须得有啊！谁说的？我说的。我生活当中只有必不可少是大米饭、嘎巴菜、煎饼果子。老豆腐。你把大米饭泡嘎巴菜里边就煎饼果子吃。我就喜欢主食，你管着吗？不是，这我不管。主食天王。这是游轮做货主了，你这是？对，我就爱这个。我跟你说，咱别抬杠。怎么了？你要这么说，今儿在这儿。咱还真测试一回，测试什么呀？哎，限你在2分钟之内，只要不说出2两俩任意一个字儿，我就给你200块钱。这是你说的？对，我今儿一会儿让你倾家荡产。我还没说完呢。什么？如果你说出来了啊，你给我们每位200块钱，好不好？咱看谁倾家荡产啊！哎，等会儿我给你测一下，人不少。等会儿那个刚才对词儿没有这句，哪有词儿的？哎呦，真好！你那意思，如果我没说出来，你给我200块钱；我要说出来了，我拿你200块钱。那我直接给你400不就完了吗？啊，那我给大伙发红包。你给发什么红包啊？怎么了？2分钟之内你没说出来，我给你；说出来了，给我们。没关系，可以。开始了。开始，现在来。哎，我刚才说几分钟了？2分钟。输了，来吧。各位，这200太简单了啊！来，导演统计一下多少人 ？Stop！ 门口那看门大爷得算上。停！还有快递小哥，你给我停！那 ，look me，look 你，我还不搂搂你呢，我。不是 listen to me， 好不好 ？Listen to me。等会儿啊，没开始我没注意，知道吗？哦，没注意。对。那你要注着意呢？错不了。那正式开始了。Begin。begin， 你还不如说 action 呢。begin， 你就开始。这英语说的都这么二，你看没？来，正式开始了啊！阿伯，罗儿啊，我觉得这2分钟时间太短了。怎么了？咱们10分钟吧。不行不行，没有那么长时间跟你耗，咱们就按你说的，刚才说就刚才说那个3分钟以里，太恶心了。刚才那大嘴张的，您没看见？我都看见嘎巴菜那香菜了，我跟你说。刚才我吃的是天津包子，天津包子，好嘛，正根儿，你可讲。行，那咱们说段相声吧。来，可以啊，相声好。今天这段相声的表演呢，是我们给您表演。咱们是几个人呢？咱们是一对儿，一对儿就是一双，一双就是我和你。我和你加一块儿就是人，多新鲜呢！我们俩可不是人嘛，对，就是人啊！啊，好人，哎，好，哎，我还看啊，今天台底下确实观众不少啊，而且我目测了一下，情侣居多。对，你说这个情侣是几个人呢？情侣4个人。情侣兄弟，情侣怎么4个人呢？人一块儿来结伴而来的不行吗？啊，情侣结伴而来。对呀，4个人啊。那4个人情侣是几对儿呢？那不3对吗？你识数吗？4个人怎么3对儿啊？你看看那仨女的追一个男的，都给他包围起来了。我天哪，还有这事儿呢？对，你说那男的长得太帅了，哇，就跟张鹤伦一样。
怎么了？要点脸好不好？脸算什么？好家伙的，行行行，哎，我记着好像你跟你媳妇儿结婚也好长时间了，哎，这个没错，是吧？我们就是上一个兔年结的婚。哦，上一个兔年。对。哦，那到这个兔年已经是多少年了？正好一个轮回。那一个轮回是多少年呢？是一沓年。嘿，哦，12不说12，说一沓。对，我们喝酒都那么说。哎，好好，给我来一沓年。哎，这个别人看见你跟你媳妇儿都说你们是夫妻。那夫妻又叫情侣，情侣又叫一家子，一家子又叫连理枝，那又叫比翼鸟。哦，真是不容易啊！哎，咱师傅有几个孩子呀？仨啊，不到，好好说几个？一个，后来又生了一个，那就是意外。别胡说啊！意外，你不知道，意外本来没想，嗨，怎么又？可以了，可以了，这点不要加戏了啊！当心咱们的性命，我跟你说。好吧。哦，这段这行。好，他不爱听拉倒啊。行，郭麒麟呢是排在老大。对了，那郭汾阳他就是老小，老小也是老莫，老莫就叫老幺。老幺又是老疙瘩，哎呦呵，那又叫你爹。别鼓掌了，不是哪儿啊？就抄我这么一包、啊？不是人他有英文嘛？英文什么啊？英文不都那个daddy吗？咱师傅有病啊！给自己儿子起英文叫 daddy， 不是，我就天天别人叫他爸爸。有没有一个叫什么？那人家英文名叫 Andy， 对，俺爹的嘛。俺爹。Andy。你说我该不该答应这个？别答应了，师傅也不会太高兴。别讨厌了，对不对？那个叫Andy，对不对？英文名嘛。啊，好。哎，郭汾阳哪年出生的？8年前生的。不是，8年前。对，就是8年前。就8年前的一个夜晚，阴云笼罩了半边天，在北京昌平的那个医院，就听师娘一声喊：“嘿，郭汾阳降生在人世间。”师傅当时笑开了颜，大儿子足有8斤半。郭麒麟当时黑了脸，从此财产少一半，嘿，少一半。今儿这节目是咱俩的最后一个作品，别打道咔，咱俩就分开了。导演这段掐了别播，你说他这都不能播，我就问你，他是哪年出生的？8年前，我说一遍了。8年前是哪年？甲午马年。可以呀，兄弟，甲午马年你都能算得出来。哎呦，德云社接班人，你不得做点功课啊？是，甲午马年1954年呀。对，郭汾阳出生跟他爷爷同岁。别胡说八道了，那有孙子跟爷爷同一年的吗？你还知道啊？啊，郭汾阳刚8岁呀。是啊，那能是19几年出生的吗？那是，他是，你说的对呀。我说什么了？我这就是19几年生的。行，咱不小人老脸儿。好，还挺成熟。这老脸老60年，你看那个。对，老。好。哎，我们都知道啊，这轮比较爱喝酒啊，那是了。现在还喝吗？喝呀，喝。现在已经把5队4队都干倒了。7队是2年前的事儿，是吧？这个字我不能说。哎，喝白的吗？喝。白的喝几两啊？半斤起。哦，那酒量还不错哈。啤酒喝吗？喝。啤酒没事，整2瓶。1箱。1箱，是24瓶？不是，1集装箱。兄弟，你直接说喝1车酒就完了。对，我愿意。喝不了我这个洗头。洗头干什么呀？这个能长头发。没听说过，我有好处。
我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不喝啤酒才没头发的，你知道吗？好好好啊，不过确实啊，话说回来了，这个酒啊要适可而止，逢年过节咱们小酌一下。你快点到点了，知道吗？你看看看看，你这儿有表吗？你就让我看呐？哎，我表呢？我表呢？我戒指呢？哦，好老的包袱。少说得10年前了。哎，我就这么跟你说，酒确实不能多喝。我说你喝酒喝多了，一不舒服，你说你到时候脑溢血、脑中风、脑偏瘫，然后植物人。你脑溢血、脑中风、脑偏，你脑没毛。干嘛呀？这是大过年的。是，我就不是给你打个比方吗？那不说点好的呢？哥俩不见外，对不对？就好比说，你说喝酒喝完了以后，你出去风一吹着，你不舒服了，这时候你不能动了，对吧？然后我被暂停了。不是被暂停了，就是说你不能动换，移动不了了。说话呀！我被暂停了。播放。嘿，好了。不要加戏了，老师。我觉得好欢乐。这是个戏精，就是。我就跟你说呀，就是说，我可随机播放了啊。行。我就跟你说呀，就是说你就不能动换了，不能移动了，然后你这时候你就求救，所以你就得打110，报警，这酒有问题，抓他。兄弟，你先考虑问题。兄弟，你考虑你的身体啊，兄弟。这怎么老有我的事儿呢？抓他！你抓我干嘛？你考虑你的血糖好不好？怎么了？啊，你这时候你的求救急救你不能移动了，你得打电话打11086。你给中国移动打哪门子电话呀？我问他，我为什么不能移动？不是这个概念，你明白了吗？就是你要去医院需要急救，对，然后你打电话，你打999，给他打电话，喂，医院吗？我为什么不能移动了？哦，那您试试联通啊。哇，我怎么没有想到哎？好的，谢谢你，祝你新年快乐，你长得好漂亮哎，拜拜。兄弟，为这点钱都人格分裂了。你值当的嘛？啊，得了，我服了。你别服了，赶紧给钱，知道吗？到点了，快给钱，给你多少钱啊？给我多少钱？就是100加100，那等于几百呢？2 100，2 100是几百？就 double 100，double 100是几百？摊桌的100。那是几百？200的，那多少几？就给我买房的钱。买房？对，200块钱买房，我交首付，你管着吗？快点，赶紧给钱。好，行，给钱，快点。哟，我没带钱，没带钱，你这跟我巴巴的聊天呢？赶紧给钱。我是没带现金，没带现金，没带微信转账啊？手机丢了。哎呦喂，一个字，缺。也不知道都撅哪儿去了。哎呀，我你快点给钱。不是我呀，是我手机丢了，但是没关系呀，我让我的亲戚朋友、我的家人们给你呢。哪儿呢？亲戚还哪儿呢？这眼巴前都是。哪个？都是我的家人和朋友。各位怎么样？加张鹤伦微信200块钱，多便宜的事儿啊！大过年的，有没有乐意的？你听听。但是呢，我不加陌生人微信啊。你这儿不加人微信，你就没有钱。什么叫没有钱啊？那手机可以面对面转账，不用加微信。面对面怎么转账？面对面，你扫我2维码。扫什么？扫2。
大家好，这里是天津卫视全新打造的喜剧竞技综艺《喜剧有新番》，我是主持人杨九郎。本节目由小葵花儿童药独家冠名，儿童要用儿童药，儿药认准小葵花。本节目由小葵花独家冠名，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抗病毒、清肺热、治咳嗽。本节目由小葵花儿童药业独家冠名。流感季节，家中常备小葵花。哎呦喂，这商务能占半期，这商务。好的，喜剧有新番，包袱不一般，让我们有请3组嘉宾闪亮登场。看啊，我们的喜剧界是多么的和睦，他们1分1秒都不要分开。分开，分开！哦，差不多了嘛。不丢不丢人呐？丢不丢人？你还打他？你丢不丢人？你丢不丢人？你们？哦。导演，这一趴整个剪掉，好吧？啊，麻烦您，麻烦您啊！到底谁才是我们今天的主咖呢？还是先请他们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脱口秀大会第5季毛豆，哎，行，哎，好，哎，停，你还老多半句，你怎么还拜年跟这儿？还是由我介绍啊。首先，站在我身旁的这位，脱口秀演员土豆，大伙儿都很土毛。毛豆啊！接下来素描喜剧演员宋飞、李飞啊，何木子、宋木子和宋文俊，这个来，哎，一个名字记不住是吧？啊，何文俊啊，记得住名字。我是主持人杨九郎啊。哎。还有我呢，落下你吗？落下你吗？我司的著名相声演员，你叫什么来着？过分了啊！他叫什么来着？过分了啊！啊！过分了啊！郭老师呢，一直来说，你等谁郭老师啊？咱俩老在一块儿，你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了吗？叫什么呀？刘晓婷啊！怎么你说话还能起高了呢？现在我太激动了，我刘什么？晓婷，刘晓婷啊！这个为了体现我们的比赛是公正、公平和公开，我们这里就不要再攀关系了，好吧？你靠边啊！等会儿，这个别说了，那个你是干啥的呀？就是啊，不是你上来你就张罗的，你干什么呀？你连名你都说不明白，你在这你干什么主持人呢？你是什么主持人？好的。不好意思啊，毕竟主持人呢不是我的主业。哎呦我天！这次比赛我的主要任务是裁判。啊，这个天哪！我刚才就说你这个气爆发了啊！这不要杂技了啊！可以，哎，停！宋文俊，你起来，哎，宋文和，你起来了，好，哎，好，你小脸红扑的，你看，好，行，好了，气质，大伙儿都很了解了，我们彼此也都很熟悉了，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喜剧选手啊。那今天请你们来呢，不为别的，就想让你们之间呢来一场不同喜剧类型的 PK。来争夺一下我们节目的主咖，谁不至于啊？没必要，这么熟了，PK 何必呢？获胜者将有100万的 PK，给他干了，什么？行，哎，行，你们都吓我一跳，你们都行了。我重申一下咱们比赛的精神啊！哎，松手！我重申一下咱们比赛的精神啊！友谊第一。比赛第2，你们商量，谁先做第1个喜剧展示？我先来啊！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最近比较火爆啊。后面的节目如果接不住的话，哥几个千万别怪我啊！哎呦，你谁呀？你真搞笑！大家好，我是毛豆啊。谢谢。好，我这个脱口秀新人啊。其实我们脱口秀的形式比较简单，一个人就可以表演。
不像他们相声还得俩人。没错。所以我说今天要说点什么主题呢？您说说。就是关于比赛。多贴题呀！就咱们都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哈。哎，我就参加过不少比赛。那您给说说。你像小时候参加的作文比赛呀，朗诵比赛呀，有书法比赛呀，就是那个写作文。这个印象最深的还得是运动会比赛。哎，这运动会比赛呀，我就没参加过。嗨，裁判，您来一个，您来一个。行啊，相声说的不错啊，捧哏捧挺好。等会儿，我没说相声啊，我跟他讲着怎么他就上来了，怎么变俩人了？哦，你是脱口秀，对，他就上来了，我讲着。哦，没事，有我呢啊，没事。好了，谢谢。踏实住了啊，刘晓婷，哎，过来，怎么了？完了，不是你看过脱口秀没有啊？没有啊，没看过脱口秀啊？啊，不是你这有点不合适的你。怎么了？我这人脱口秀都是艺人，你这给人捧哏，这玩意儿不合适。我这确实有点不合适了。不是您看怎么着，这个才算啥意思啊？合适呢？这你看，您看这个，毛总，你怎么回事啊你？你怎么回事？我怎么不是？哎，我问问你。你说过脱口秀吗？我是季军呢，我全国第3啊！你季军你美什么呀你季军你上我们单位找搭档来你？我没搭档，上次多理你。导演，这段掐了就不要播了啊！那我重来一遍，行不行？你没有比赛时间了啊！那我刚才这段播不了啊！全都不要播了啊！3狗准备，来上活，看一下啊，兄弟们，哎呀。大家好，欢迎来到3狗直播间。3狗嗷嗷叫，观众看了睡不着觉。我是主持人何文俊，我是主持人宋木子。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简讯。好的，节目播出了很长时间，依旧有很多网友来信，质疑我们直播间是按着提词器念词儿。这不开玩笑呢吗？这不是开玩笑呢吗？完了。郑重的承诺，对我们直播间没有提词器，不存在，我都不知道谁用提词器呀？这个专业直播，这个不专业。你提词器，这回是真没有提词器了啊。你说两句来，你说两句来。我说两句啊。对，来看下一条简讯。好，我们来看下一条。上哪看？不如连线场外记者呀。对，就算没有提词器，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场外记者来，让我们来连线一下。连线。哎，那你家是哪儿的呢？你过年又没地儿去，你可以来哈尔滨溜溜。我们这冰雪大世界其实挺有意思的。你看，切不了，他俩今天词儿多着呢。他俩，这么快吗？今天，大家好啊，我是主持人李飞。我看，什么东西这是？接回直播间，接回直播间。事已至此，观众朋友们、父老乡亲们来早了，父老乡亲们今天来早了。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帮我们俩揍一下他们俩，给大家来段压箱底的才艺红缨枪伺候。来，音乐。中华有神功，我是一张弓，谁？战是一棵松。谁干的？谁？是谁？我干的。刘小天，你是谁？裁判你管不管？咋的了？红缨这么短，谁呀？他把红缨枪这么一啪，你给我停一下！好炸，好炸！炸什么炸？
红缨枪撅折了。过分了吧？好炸！哎，裁判啊，别炸了，过分了吧？这谁干的？这是刘晓婷，刘晓婷，刘玲撅折了。刘晓婷，刘晓婷，哎，这给你们，这给你们，行，这给你们更炸，更炸。好了，不要哭了啊，由我来做主，好吧？由我做主啊。炸！你怎么回事儿啊你？我怎么了？不是人家素描喜剧，人家演的好好的，你把人红缨枪撅折了，你不合适。我这确实不合适。人家俩人演，我这大小，您看合适吗？你们怎么回事你们？哎，你们怎么回事你们？啊，你们没有提词器，你们演不了吗？啊，没说不能演呢。你们没有红缨枪，你们演不了吗？你们？对呀，没说不强词夺理，你们。不是，我们还没演呢，我们还不用演了啊！你们的表演时间已经到了啊！不是，那不没法播了吗？那不是？对啊，导演这一趴剪掉不播了。谁呀？不是裁判，谁刚才偷袭我？这玩意儿套麻袋啪给我左中灯，谁呀？导演，我们再来一次，给我个机会啊！我们刚才没演好，我们再来一次。那你们要不再准备准备？裁判，等一等，来，你们俩往后稍一稍。裁判，借一步说话，借一步。不就是意思意思吗？他那套我也懂，看看我的意思。你早说你有意思呀！你早说你有意思，我不就明白你意思了吗？你什么意思这是？酒店拖鞋什么意思啊？我不好意思，取消你们比赛资格啊！取消你们比赛资格，这是个人行为啊！不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好了，有请刘晓婷为我们做喜剧展示。他要是这样的话，咱是不是得给他上点活啊？那必须的呀！你弄了，红缨枪给我撅折了。今天朋友们给大家表演一段基本功贯口莽撞人。兄弟们，上火！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自桃园3结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4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镇定府常山县，搏战获胜，后称为哪吒三太子。后称为哪吒三太子，只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这也能编呢？那三太子单枪匹马闯入葫芦娃的家中，看到大渡两杆，多说3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那孙越在山头之上见一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靠，坐骑薄龙马，手使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中暗想：我若收服此将，何愁大事不成？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奔波霸保护三太子。什么奔波霸？哎，乱套了，来了，蒙圈了，继续。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我插不进去话呀！对呀。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2声，顺水横流；大喊3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哪吒闯入孙越的门，葫芦娃长得挺精神，绿头青蛙还挺纯，万古流芳莽撞人。他还回来了。好，非常非常精彩啊！相信谁获胜，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了。好，今天我正式宣布，我们的主咖就是所有喜剧演员。有，快来！我们呢？当然了，无论什么喜剧，我们目的就是传递快乐。只要你传递了快乐，那么你就是喜剧的主咖。主持人说的太有才华了，太好了，太棒了！哎，不是那哥，那100万咋分呢？对啊，那还分什么呀？一人100万呀！哎，一会儿啊，给你们一账户，分别给我打过来啊！行啊，太别美了，给他100万。给他100万啊！
给他。那你是你是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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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主你是主我真是打心眼里边高兴。哎，为什么呢？又回到家乡演出了。首先吧，我们两个人呢，祝愿各位亲爱的家乡朋友阖家欢乐，万事如意，笑口常开，兔年大吉。我认为这些个祝福不如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VC 满满。哎，不是这怎么保证啊？我有主意啊！玉芝林玉山维牌维生素 C 含片，1片 VC 含量约等于2斤的樱桃，1天1片就够了。是，当然了你看各位朋友为什么这么容光焕发的呀？怎么回事呢？都是因为经常吃这个 VC，对不对啊？对。但是这个人各方面都值得我羡慕。哎呦，我不是说同日各位父老乡亲夸奖他没这意思。真可以说是人前显贵，鳖里夺尊。他在这个鳖里头他是在非常尊贵的。不是，您再说一遍这词儿。这是2个成语，人前显贵，后边那句鳖里夺尊，那不叫傲里夺尊吗？哦，到了你们天津卫视念傲，哪儿都念傲。哦，傲里，行吗？哎，傲里给，傲里给，这不显着时尚一点吗？他们都说我最近越来越潮了。您这模样还越来越潮了呢。哎，我也纳闷，你想连大夫都说我湿气重吗？是不是？那是你说您有病。不潮不湿气重吗？不，您是哪个潮啊？倒是身体方面啊，还是？反正就是身体方面，我得向你学。我还凑合。他身体素质不错，我因为他注意保养。哎，对，定期的体检，应该这样。他每天都体检，我每天都体检，不是每天上医院每天上医院体检去，那结果没出来，后边排队他又来了，那不现实，对，也没必要他怎么体检呢？就在家里头，进行那种小型的身体检查。对，比如说吧，每天在家里头，您安静的时候。数数脉搏，对，还跳不跳是吧？要都不跳了就别摸了。数数脉搏，量量心脏，是吗？还跳不跳？量量身高，我每天还得量量身高，称称体重，哎，看看血压，是吧？捋捋那裙边，是吧？摁摁那爪子，看看那盖儿软和不软和。我还是那鳖里多尊那个，揪揪那尾巴。行，您甭说了，我还是那鳖里多尊。就是说呀，它是大致意思，它是相同的，隔行不隔里，哎，对不对啊？每天量血压嘛，量血压，你血压多少现在？我血压80，血压很稳定，是吧？我上下全80啊，你不说80吗？我没有压差，合着你八叉是多少？八叉干嘛呀？我是低压80，低压80，哦，高压呢-7。我往哪边压呀？低压80，高压2万，高压多少？我好，我再电死你自己说。哎，高压110。哦，高压110，低压80，一共190，是吧？这有加一块儿的吗？你以为考大学呢？不是这样，我好记呀。你好记，我不行了。反正就是血压比较正常，哎，还可以，那就可以，哎，那就可以。他父亲，各位朋友您不太熟悉，我给您介绍介绍。要谈谈我爸爸。虽然说他是北京人，对，各位您学过初中历史的，您都有印象。翻开那个书头一篇就有他那照片，北京人。北京人。您说那是，哎，您说那是北京猿人。老几位，您看像不像？这像什么像啊？您说那是北京猿人，人写的是北京人呐。北京人吗？那是猿人。哦，猿人。我已经变过来了。您就是北京市生人。对，他父亲不然。我父亲呢？哎，提到这个我特别自豪。他爸爸我呢，你提我父亲，你自豪什么呀？不是，我马上要介绍介绍啊。我给您介绍介绍。他爸爸是咱们天津人。天津，对，对不对？对。哎，说出话来呢，都说天津话，是有意思极了。他爸爸今年快40了吧？差不多40啊，不多大岁数？快70了啊！我说我快40了。
知道吗？谁问你了？你父亲快70岁了。对呀。具体多大岁数？我父亲66岁。66。嗯。哦，挺吉利的，是吧？66不死掉块肉嘛。像话吗？不是，66大顺。嗯。他父亲66岁，毕业多少年了？您说老年大学呀？不是，就是退休多少年了？60岁退的休。哦，退休10几年了，啊。你怎么？你是不是没有压差了？你退休6年了，退休6年了啊，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哦，越来越不灵，对吧？天天白天在家里头无所事事，闲着，什么也干不了啊。嗯，晚上呢睡不好觉，喝小葵花都没用，失眠失的厉害。嗯，补充维 C 稍微好一点啊。他母亲对他父亲意见大了，对，没事就数落他父亲。嗯，他母亲叫他父亲非常亲切。都这样，哎，我说，这哪儿叫他了？别着急啊！哦，我以为我说就算叫了呢。亲爱的老赵，你看你这个身体素质啊，这叫谁父亲呢？叫你父亲。我姓栾，我父亲老赵。啊，你甭管了。我什么就甭管了？不是人家鼓掌了，不老赵吗？鼓掌，我爸就姓赵啊。不行啊！我栾啊。亲爱的老高，老高，你到底姓什么呀？我都姓栾，我说多清楚。那我没说错呀。什么叫老赵？老赵就你父亲那个名字姓栾，叫栾老赵。这名字就给上户口吗？凭什么不给上？3个字的名字呀！你见着郭德纲，哎，德纲，显着亲热，对不对？见着你父亲栾老赵，哎，老赵。好，显着亲热，多闹腾这名字。亲爱的老赵，老赵，你这个身体素质啊，可以说是每况愈下。你这哪受得了啊？白天也什么干不了，晚上还睡不好觉。因为这个呢，咱们姐俩老打架，也不老合适的。这哪又拎出一姐儿俩来呀？你母亲比你父亲大2月，大2月，这姐儿俩怎么回事？大2月嘛，结婚之前不喊姐姐的吗？没听说过。劝他父亲呢上医院瞧瞧，去不了。老赵怎么了？老赵看病有困难，困难在哪儿啊？他爸爸这人呐，所有西药都过敏，吃一片，拜拜了。中药呢？中药没吃过，对，就等死行。没吃过还有可能不过敏呢。怎么办呢？找一个中医院，中医院到那之后，专门他有门口有那个医生的介绍，对，专门找那头一个都有名。找了一个名庸医。到那之后，往那一坐，都庸医了，我还找一名庸医，名中医。你说清楚了，什么耳朵你？找了一位名中医，我也挂一号。他父亲说了，大夫，我叫老赵，是吧？自我介绍。您给我瞧瞧怎么样？您给我瞧瞧。好嘞，请坐，请坐。往那一坐，得号脉。对，号脉，中医嘛，讲。撒手指头往他爸爸腕子这儿这么一摸，人有能耐，不到20秒。是自己来的呀，还是家属也来了？这话干了，看病就怕问这句。老赵军怎么回事？您呢？哎呦呵，没关系，您有什么事您就跟我说吧。家属心理素质不如我呢，您跟我说吧，我承受得了，承受得了啊。回去赶紧准备准备后事吧。哟，大夫，还是姐儿俩？要不我不看了，要不我不看了。怎么了？我怎么准备后事？您的脉呀，已经都凉了。摸不出来了。是大夫，谁都摸不出来。您摸我手表上了。不是，这还是庸医，手表跟皮肤分不清楚吗？看病有戴手表的吗？给我摘下来。哎，好，摘来。哎，这起哄来。来，往这这么一撂，正式的开始号脉。怎么样？这表走得快吗？你看，这是弹琴呢，这还号脉，人家有能耐，撒手指头往这一撂，中指找关谷，掌后骨为关，前后6脉通人的心肝脾肺肾。嘿，还懂中医大方墨嘛，号脉，号着，一五一十的，他问你爸爸，症状全对得上。跟你媳妇儿结婚40年了，对吗？哎呦，这跟病情都有关系吗？哎呦，对呀，好家伙，这玩意儿冒脉能冒出来。你儿子叫栾云平，哟，德云社说相声的，最近花钱运动一个副总，对吗？我副总，我运动的我。
对呀，哎呦，大夫，你怎么那么大能耐呢？别看我66了，我想拜您当干爹，行吗？哎呀，行了，行，你还摸不摸脉了？不，您怎么嘛都知道呢？哎呀，这里边非常的深奥啊。这边还有胡子啊，这里边大有奥妙啊。主要是我看你儿子栾云平发微博了，上面有你的相片啊。微博发相片干嘛？你一进来我就知道是你小子。哎，说说吧，哪儿难受？哎呦，大夫，你别拿我找乐了啊！天天呐睡不着觉，白天呐无鸡柳瘦的，受累你给想想办法。我们姐儿俩在家里头啊，老打架呀，还是姐儿俩，没事就揣起来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睡不好觉啊，没关系，别吃药，是药3分毒啊。扎针灸呢，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呀也没多大作用。这是基建，您这是扎针灸吗？您这是通水管子，您这是扎针灸不得这样吗？这样吗？好，行，你还是个内行，这么办吧，我给你出个偏方。对，偏方治大病，萝卜就热擦，气的大夫满街爬，对吗？你看我像栾云平吗？你看看。行了，行。我给你看，你给我看，就是我穿着白大褂呢，你穿那白的那是羽绒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出个偏方，散步遛弯，我说个数，你照这数你就坚持啊，坚持一段时间，保证有个良好的睡眠。行，我告诉你，我年轻时候就爱溜达，我退休以前的工作就是值夜班，就在厂区里边溜达，看印儿的。哎，您说吧，溜达多长时间？不是时间，每天溜达300公里吧。什么？一天300公里？溜达不了。我是栾老赵，我不是高铁。一天300公里，活了吗你了？不行你了，受不了。说错了，30公里，30公里也不行你了。那也够可以的。60里地啊，走着，好坐车我都晕，受不了。再少点。我爸在超速。30里地，30里地不能再少了啊！30里地行，刚才是30公里。嚯，30里地行，多长时间见效？2月吧，啊，1个月也行，1个月也行。这大夫怎么没谱啊？1个月坚持每天溜达30里地，30里地，我保证你有个好睡眠。白天一累了，晚上躺床上就睡着了。哦，行，大夫就这意思啊！我告诉你，要不灵我找你来啊！等会儿先别走。留一个电话，我好回访啊。留他爸爸电话，1342627。行了，您就别都念出来了啊，是吧？这个行，这甭管了，走吧。哎，好，回见。走了。出了医院之后啊，买双高级的球鞋，运动鞋嘛，2只1双的那个，是吧？怎么还有3只1双的？好了衣裳，转天早上起来开始溜达。哎，拜拜了，走了，再见，老赵。哎，溜达达。头2天不显，越走越累，是，但是过1个礼拜行了啊，身轻如燕，我练出来了，呵，脚底也利索了，精神头也好了，晚上睡觉也不发愁了，嘿，沾枕头就着，他累呀，呵，精神状态蛮好，到半个月过后，年轻10岁，哟，换了个人一样，这可以。1个月过去以后啊，老大夫干嘛呢？查病历，一看1个月之前呢，有这么一位栾老赵啊，什么倒霉名字，睡不好觉，我给出主意让他散步遛弯嘛，一天30里地。对呀，有没有效果呀？你要干嘛呀？打电话回访一下。嚯，还真够负责的。这不有号吗？有点模糊了啊。1342627多，拨过去。喂，怎么不说话？拿到了。嗨呀，喂，哎呀，通了。您是那个栾老赵吗？我是给您看病那大夫。您最近好点吗？他爸爸接电话，如释重负。哦，哎，老大夫，呵，我正找你了。看来是真灵。我正找你了，这些日子没有你的信儿，我以为你拜拜了。好，大夫没了。啊，我不是您没BBQ哈。啊，那就行，我也没BBQ。这不都聊上了吗？对，咱都聊上了。对啊，行，挺好的。从医院出来，我就每天30里地，嚯，1天都没间断。真听大夫的啊！我这鞋换了好几双了，精神头特别好，精神好极了。我感觉我年轻了60多岁，一共不才66吗？我现在晚上睡觉质量非常好，是看谁都像枕头，闭眼就能睡着，一睡就
8个小时左右。哟，8个小时，这行，精神非常好。嗯，两口子感情非常融洽。哦，您说嘛？打架不打架了？打医院出来1天架都没打过，还真灵。您不是让我每天30里地吗？对，我现在在西双版纳了，溜出去了。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嫩芹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了芽儿的香吃的蒜儿嘞，好韭菜。卖药汤哎，谁还买我的药汤哎？橘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的买，烧的烧，卖药汤的又来了，吃了我的味儿啊，用了我的味儿，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啊，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1块。今热的天儿包儿热的来，发了面的包儿又热来，吃饱吃饱，这包儿刚成得呀。你南瓜大的咧，五色的咧，色咧还要换的咧，我见子嘞，酱菜大。臭豆花拉豆，臭豆花拉豆。好大胆子！好大胆子！本店特处理一批高中低档文化用品、学习用品、日用品、光盘，全部2元。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挑啥拿啥都2元，2元2元。黑鞋油、白鞋油、棕色鞋油，什么都有，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不亮。哎，这夜间那个皮袄啊，我就把它卖了吧。太阳的那个好筒子，心里头的火呀，一找准这个毛头啊，大了买的穗儿啊，买来我就卖，我就把它卖了吧。不错，卖了我也去呀。你要干嘛去？他还没给钱呢。去你的吧！喝栗子、狼面子。哎，这等会儿吧。怎么了您呢？你卖这旧衣服破里子烂面子，那没法穿呢。您没听明白啊？我吆喝这山西的故意哦，黑里子蓝面子，黑里子蓝面子。注意听词儿啊！好嘞。喝栗子、狼面子，这是个男人的夹袍子，夹袍子、凉片子，夏天穿实在怪热的，走到了街上不好瞧啊，不好瞧就该单的，夹的拆开这凉片子，上半截那个做褂子，这个下半截那个做裤子，这个褂子去袖砍尖子，剩下了一副套袖子，这个零零碎碎的布袜子，不少这材料啊。玉阶之上，你是哪家臣子？臣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刘墉，带领人马意欲何往呢？奉王旨意去到良乡搬请我父还朝。见了哀家，为何不抬起头来？臣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娘娘，胆大刘墉来到御阶之上，调戏娘娘，你好大的胆！马刘墉，刀剑大，冲撞乱将太猖狂，仰面弑君一笑犯上，你胸中钉了那个带心藏，眉目传情
不相比为那庄臣走御前。你御见长党，臣走小巷，你站在当阳。娘娘自有宽洪梁，请封家转朝阳，方为臣下良乡。误了亡命谁敢当？我的好娘娘，请假回宫，侍奉父皇。哀家面前你敢撒谎？伶牙俐齿你似虎狼，欺我是女子好哄骗。你可知道齐娘娘如同欺君王？盘古至今从头讲，晨曦君飞过地上，少时我把金殿上，我的官司爷的面前奏本章。君王怒，把纸浆拿住你，全家大小罪汪洋，把你绑在法场上，从此后不能上朝堂。上朝堂做忠良，十王绝路镇朝纲。在金殿奉王命的谁敢违抗？领圣旨下良乡，我除暴安良，一片担心到皇上。霍炬那黄金国旗，凤子龙孙土豪脸上虎豹豺野狼。自古忠臣不怕死，怕死何必做忠良？狭路相逢欲斩伤，臣问你哪公哪冤哪家娘啊娘？你听了？有道名君娘娘嫁作西宫院，你此败乱家理不当。哀家我身为国母，在朝堂上，我只为国泰民安，许将相。万岁爷他把乱家上，何用你这剑割万段
本领，要向何往？进殿动本，本参哪个？本参娘娘千岁。哀下无罪。呸！乱方法教朝纲，陷害忠来也！一袭长板见其功，冲锋对垒气概英雄。曹兵建安皆上担，谁不闻名赵子龙？参见之功，此地少李见过先生。先生，此将军少李，请坐。谢坐。换云进帐，有何军情议论？只供过将引言，命你报驾前去。是，但不知赐我君臣多少人马？无有人马，就是你君臣2人。慢来，慢来。前番过江，乃是我君臣2人献血命丧东吴。今番过江，又是我君臣2人要去你去，孤是不去的了。职公啊！又来了。自古到今人有天下，只公理和
先人。先生把话错来讲，休提起当年在火梁。孙刘结亲山海营，哎嘿。孤岂肯把性命送走郎呀？回头激怒长山此将军先生。先生呐，不瞒军中独自闯，当阳就是没营养，日公且把宽心放为臣保家。你二人一唱一和，把孤王豁出去了。本月16日迎接你君臣还朝。齐之公，本月16日迎接我君臣还朝。你把孤王害苦了。好你胆大治国了，乐比孤王过长江。龙潭虎穴，孤王庄。山人宋之公，嗨，分明是宋孤王，我难活。